第173章，真的动了杀心。南星说出的话字字诛心。庄韵然惨白着一张脸，猛地爬到南星脚边，抓住他的裤腿：“你有办法的吧？你不是道士吗？不是可以逆天改命吗？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难道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南星后退半步，与庄韵然拉开距离：“我给过你机会的。之前我说你眉间有血债的时候，就是在提醒你，因为我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当时我不确定是什么，以为只是你和傅二少婚变，直到今天才知道那是阵法即将完成的感应。如果你在我提醒后去忏悔，傅二少未必能借尸还魂成功。但现在一切都晚了。”庄韵然摇头：“不，你说的不对，我明明去过墓园了，我向他忏悔了。他就是害怕南星说的那个什么血债，才大半夜跑到墓园去拜，还给真心烧那么多纸钱。怎么他都做了，真心还是不肯放过他。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墓园里说了什么，但我可以确定，你一定不是在真心忏悔。”南星一盆冷水浇醒庄韵然：“因为你当晚从墓园回来之后，眉间的血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重了。如果我没猜错，驱使你去墓园的动力并不是赎罪，而是害怕吧？”庄韵然：“你怕甄小姐报复，所以去了墓园，但你也知道，你做的那些事根本不可能被原谅。”南星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我以为有了之前黑猫的事，你应该对未知事物有一些敬畏之心，但事实告诉我，是我想多了。你还是那么自信，认为一个情敌消灭了，还可以消灭第二个，认为只要抱着孩子寻死觅活，傅二少就会像当年一样屈服。可惜这次你赌错了。”庄韵然捏紧拳头，身体微微发抖，一种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恐惧将他紧紧包裹。此前他仰仗着二少夫人的地位耀武扬威，认为只要嫁给傅正阳就不会再有变数。但现在真相败露，哪怕他有通天的本事，也无法再自救。意识到这一点的庄韵然第一次感觉到后悔，后悔当年生出邪念，从真心手中横刀夺爱。但就像南星说的，一切都晚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他看向傅玉生和战雪，抽噎道：“爸妈，我好歹给傅家生了儿子，你们看在景天的份上，饶了我好不好？只要傅家人不揭发他，他就还有活路。而且他也不觉得傅玉生和战雪会接受一个借尸还魂的儿媳妇。看在景天的份上，战雪良好的表情素养在这一刻有些崩塌。韵然，你扪心自问，景天出生后，你管过他吗？你每天当着阔太太，把孩子扔给保姆照顾，这些不用我说，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吧？”庄韵然哑然，战雪却还不解气。有一次景天发高烧，你出去逛街，我给你打了10几通电话都不接，后来好不容易联系到你，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还有2套衣服没试完，等试完再回来。当时我都要被你气笑了。景天是你的孩子，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你拴住正阳的工具。而且你以为他年纪小就什么都不知道吗？战雪说着，鼻子有点泛酸。那天他烧得厉害，迷迷糊糊问我，妈妈是不是不喜欢他，不要他了？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受吗？我真恨不得正阳能换个老婆，让景天有一个疼他、爱他的妈妈。听到战雪说的，在场的人都心疼坏了。这是他们从没听战雪说过，大概也是顾及着庄韵然的面子，才一直给他瞒着。正在这时，远处传来夏嫂的声音：“小少爷别跑呀！”众人循声看过去，见傅景天穿着单薄的衣服跑在前面，夏嫂在后面追。傅景天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花园里，愣了一下，紧接着朝庄韵然跑去。庄韵然眼前一亮，连忙将景天搂到怀里：“景天，好儿子，让妈妈抱抱。”傅景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看到这么多人围着庄韵然，庄韵然又跪在地上，下意识觉得大家是在欺负他，就跑了过来。但庄韵然的心思就没那么简单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当年做的那些事，能救他的就只有傅景天了。只要傅景天哭一哭，闹一闹，傅玉生和战雪说不定就会看在孩子的面子上放过他。想着，庄韵然更加卖力的演绎。他抱着傅景天抽泣，嘴里念叨着：“景天别怕，妈妈没事啊。”傅景天看到庄韵然哭，自己也跟着哭。看到此情此景，傅正阳忍无可忍：“庄韵然，你装什么？刚才不是你带着孩子要跳楼的时候了？大哥，快去把景天抱回来，别让他伤着孩子。”傅从云也对庄韵然跳楼的事心有余悸，连忙上前：“韵然，把孩子给我。”庄韵然见状，把傅景天抱得更紧了：“景天是我儿子，你们都不许碰他。”说完，又看向傅玉生和战雪：“爸妈，景天不能没有妈妈，你们就算是为了他，也不能把我送进去啊！我保证以后会好好对景天，不会再带他做危险的事了。求求你们给我个机会，我可以对天发誓，以后一定做一个合格的母亲。”庄韵然一边说，一边在傅景天的腿上不轻不重掐了一下。傅景天顿时哭得更厉害了。南星察觉到庄韵然的小动作，意识到他是想通过傅景天减轻罪责，不禁感叹：世界上竟然真的有这样的母亲，冷漠无情，眼里只有利益。他面色微沉，抢在其他人开口之前道：“庄小姐不用担心，景天会有一个疼爱他的母亲，但不是你。”庄韵然闻言愣了一下，紧接着大声道：“景天是我生的，除了我，谁还能当他的母亲？他吗？”他指着真心：“你说他借尸还魂，那他就是个死人。你想让一个死人做景天的母亲吗？”南星摇头：“这关系到傅二少的姻缘，我就不多说了。不过有2件事，我还是要帮你澄清一下。第一，你并没有那么爱傅二少，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占有欲。你很在乎二少夫人这个来之不易的身份，时间一长就产生错觉，让你觉得傅二少是你的真爱。第二，当年你是真的对甄小姐动了杀心。”庄韵然睁大双眼，刚要否认，就被南星打断：“不用急着辩解，因为你说了也没人相信。你知道甄小姐体弱多病，哪怕是服用微量的毒素就会致命，包括那场车祸，你也不单单是想让她断一条腿那么简单。”在场的人听到南星这么说，纷纷倒吸一口冷气。甄小姐凭借自己多年积攒的善缘躲过一劫，但却架不住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加害，这笔血债就此欠下。我要帮你澄清的就是这些。南星说完，庄韵然的脸上已经完全没有血色了，他只能紧紧抱着傅景天，抱着他最后的救命稻草。须臾，他发出嘲讽的笑，说来说去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根本就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不能定我的罪。话音刚落，身后便传来一道声音：“你想要证据？我有。”众人循声看过去，只见穿着一身米白色大衣的司明阳走了过来。傅青燕有些意外，没想到司明阳这么会找时机，竟然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国了。明阳，你什么时候回国的？傅玉生也很惊讶，这个时间，司明阳应该在国外开研讨会才对。刚下飞机，司明阳没有多说什么，径直走到庄韵然面前：“二少夫人要的证据，我这里有。”庄韵然眼神闪烁：“你在说什么？什么证据？你不是说南星拿不出你杀害真心的证据？”司明阳神色清冷：“证据在我这里，二少夫人要看看吗？”庄韵然做了个吞咽的动作，没等他说话，傅正阳便开口：“什么证据？拿来我看看。”司明阳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鉴定报告，道：“当年真心忽然去世，我一直认为另有隐情，所以抽取他的血液进行了2次化验。因为真心体内的毒素当时还不够普及，在国内化验不出来，于是我将他的血液秘密送往国外，结果和想象中一样，他的体内含有极其微量、几乎检测不到的贝塔196毒素，也就是这几乎检测不到的贝塔196，引发了真心的并发症。
让他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提及往事，司明阳面色沉重，似乎回想起什么伤心事。他还记得4年前真心出车祸之后，人被送到他所在的医院。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傅家的私人医生，因为和傅青燕相熟，偶尔会过去探望真心，顺便给他送饭。印象里，真心是个很爱笑的女孩子，看上去柔柔弱弱的，骨子里却有股韧劲儿。她刚失去一条腿那会儿，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特别心疼，觉得她好好的一个姑娘就这么残废了，以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听说她大学还是学舞蹈的，跳舞的人失去一条腿，相当于飞鸟失去翅膀。但真心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仍然坚持不懈地做着康复训练，还会经常看残疾人跳舞的视频。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那就是傅正阳没有抛弃他，一直不离不弃地陪在他身边。那个时候的傅正阳是旁人眼中公认的痴情公子哥，司明阳也很羡慕他们之间的感情。但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事情会好起来的时候，变故发生，真心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出半个月便去世了。身为医生的司明阳见多了生离死别，却还是被真心的死触动到了，因为他觉得真心不该就这么走掉。他明明很有求生欲，身体也在逐渐好转，怎么会说没就没？看着傅正阳伤心欲绝的样子，司明阳不知怎么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他觉得真心的死有隐情，他想深入调查。于是他就在真心的尸体火化之前抽了他的血送去化验。然而化验结果出来之后，司明阳却退缩了。当时他正处在升职，受院长重用，真心的主治医生又是他的导师。这件事一旦曝光，又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很可能被定性为医疗事故，导致整个科室都受到牵连。司明阳想来想去，还是不敢冒这个险。最重要的是，逝者已逝，他不希望傅正阳一直沉溺在真心的死亡阴影里走不出来。这能说明什么？庄韵然呼吸急促，心理防线显然已经快要崩塌了。一份鉴定报告而已，只能说明他确实中毒了，不能证明毒是我下的。司明阳早料到他会这么说，这一次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支录音笔。我这次出国除了参加研讨会，还去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去到当地黑市，找到了那个贩卖杯的196毒素的源头。庄韵然闻言，眼底闪过一丝惊慌。他怎么会找到？他购买的地方明明很隐蔽。捕捉到庄韵然表情的变化，司明阳眸色更沉。其实，在放弃揭发真心死于中毒之后，他的良心一直感到不安。这些年，他总是会梦到真心的身影。真心在梦里没有逼问他为什么不曝光真相，没有对他发火，他只是和往常一样，对着他浅浅的笑，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而梦里的真心对他越是包容，他就越是痛苦。他认为自己不配做一个医生，不配被人们称之为白衣天使。于是这些年，他暗中继续调查杯的196的下落。终于在前不久，他从暗网得知杯的196的贩卖地是在M国某城市，便借着参加研讨会的机会，顺便去了一趟黑市。在黑市，他找到了当年卖给庄韵然杯的196的那个人。司明阳按下录音笔，里面传来男人说话的声音。第174章，不会再梦到他了，庄小姐。哦，在这里，他4年前从我们买过一克的杯的196，有什么问题吗？如何确定是他本人买的？司明阳问。店里有监控，这里也有他本人的签名。说到这，男人有些警觉。你真的是来买东西的吗？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大老远跑过来？司明阳语气坦然。不过在购买之前，我还是想向你确定一下，如果我让对方随饭菜服下，真的不会被发现。当然，这个我可以打包票。杯的196的厉害之处就在于难以检测，目前只有 K 国的一些先进设备可以化验出来，只需要放一点点进去，那人就会死得神不知鬼不觉。死？司明阳顿了顿，
不是变傻。呵呵，那都是对外的说法，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两人全程用英语交流，还涉及到一些专业名词，南星听不懂，只看到众人的脸色愈发难看。傅乔伊也听不懂，急得直拽傅青燕的袖子。三叔，他们在说什么呀？你翻译给我听。我请你吃2顿肯德基。傅青燕摸了摸他的脑袋，垃圾食品吃多了伤身体。傅乔伊，录音放完。司明阳看向庄韵然，二少夫人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庄韵然脸色铁青，事已至此，大家不得不接受庄韵然故意杀害真心的事实。庄韵然，你就是个毒妇！傅正阳气不可遏，我一定要把你送进监狱！不要！庄韵然死死抱着傅景天，几乎要乐到他喘不过气。我是傅家的二少夫人，是景天的母亲，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傅玉生再也看不下去，叫佣人把傅景天抱回来。庄韵然不肯放手，把傅景天拽得哇哇大哭，最后还是佣人强硬地把他按住，才把孩子抢走。庄韵然发疯似的尖叫，却没人理会，被强行架了回去。一场闹剧终于结束。直到这时，司明阳才敢去看真心的脸。虽然女人已经完全换了副皮囊，但她的眼神却还是那么温和，像以前一样。你是真心？司明阳欲言又止，心中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真心点点头。司医生，好久不见。司明阳沉默片刻，道：对不起。这声对不起他想说很久了，之前苦于无人倾诉，只能将这件事埋在心里，没想到今天竟然让他有了一个当面和真心道歉的机会。司医生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道歉？听到真心这么说，司明阳心里更惭愧了。他知道，如果没有今天这件事，真心的死亡真相会永远被掩埋。庄韵然还是傅家的二少夫人，她和傅正阳的婚姻可能会继续，也可能会结束，但无论如何，那个叫真心的女人都不会再被提起。司明阳，你都查出来了，怎么不早告诉我？傅正阳不能接受，他要是早点知道真心是被毒死的，就能顺藤摸瓜去查那个什么碑的196，以他的人脉，肯定比司明阳查的速度更快。抱歉，当时我是出于个人原因选择隐瞒。如果傅家因此认为我人品不行，我愿意放弃私人医生的职位。算了。傅正阳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真心已经回来了，那些事他可以不追究，现在还是商量一下韵然该怎么办吧。战雪皱眉，傅家出了个杀人犯，这可不是小事。即使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尸体也早就火化了，但放着这么个人在身边，心里也不踏实。最重要的是，景天不能有一个杀人犯母亲。那孩子心性善良，要是被一个心肠这么歹毒的女人养大，很可能也长偏了。大哥，你是不是认识精神病院的医生？南星冷不丁问司明阳。司明阳点点头，认识。怎么了？庄小姐毕竟是傅家的二少夫人，还是送个像样点的精神病院比较好。南星说完，空气陷入短暂的寂静。傅青燕反应过来，你的意思是他会疯？南星用沉默回答了傅青燕的问题。这下傅正阳不干了，庄韵然杀了他心爱的女人，没有认罪伏法就疯了，岂不是太便宜他了？正要发飙，就听南星道：庄小姐未来的日子不会好过，傅二少还是把心思放在景天身上吧。自始至终，景天都是最无辜的那个，他被庄韵然当作工具生下来，从小就没感受过父母的爱。南星不希望他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我会对他好的，而且还有欣欣呢。这次没等南星开口，真心便走到傅正阳面前，鼓起勇气道：我不打算跟你结婚。什么？傅正阳一愣，你不是都答应我了？他刚唤醒真心的时候就跟他说了，会和庄韵然离婚，娶她做老婆，真心也答应了，怎么现在又反悔了？我是占用了活人的名额，不能一直留在人间，这点南星应该跟你说过。就因为这个，傅正阳不解，欣欣，这辈子你已经够苦了，
为什么总要考虑别人？真心苦笑。那如果我不是这样的人，你还会喜欢我吗？一句反问，让傅正阳哑口无言。而且你也清楚，我身上阴气重，会影响到景天。你刚刚还答应南星会好好对景天的，不是吗？他轻轻拉住傅正阳的手。正阳，这辈子我能遇到你已经很幸运了，我不奢求太多。这次跟你回来，也只是为了找到庄韵然害我的证据。现在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就没必要留在这里了。傅正阳想握住真心的手，却发现自己还不能动。他斜着眼睛看向南星，能不能先给我解禁？他已经受够了。南星也不想让傅正阳就这么跟真心说话，叹了口气，走到他面前，闭眼。干什么？傅清燕，让你闭就闭。傅正阳，他今天算是把落井下石这4个字的意思弄明白了。傅正阳不情不愿地闭眼，南星双手掐诀，在他眉间送入一缕灵力。傅正阳睁开眼，感觉心头的怒火消了不少。南星这才把他身上的符纸取下来，道：“现在你可以和甄小姐说话了。”傅正阳连忙握住真心的手，不顾旁边还有人看着，央求道：“欣欣，你不能走，你不知道我失去你之后有多痛苦。”明明是很温情的时刻，但傅正阳顶着一张猪头脸说这种话，多少还是有点煞风景。战雪摸了摸胳上的鸡皮疙瘩，又看一眼傅玉生，眼神仿佛是在说：“不愧是你生的。”傅玉生也有点尴尬，人家俩人说话，他们在旁边杵着算怎么回事。想着，他赶紧招呼大家回去，都别愣着了，外面冷，先进去吧。一行人回到别墅，还有点心有余悸。今天发生的事实在太夸张了，傅正阳借尸还魂就算了，庄韵然竟然还是个杀人犯。饶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傅家人也无法淡定。二哥，你有空吗？南星叫住司明阳。司明阳点点头，跟着南星走到一边。南星开门见山道：“你以后不会再梦到他了。”司明阳知道他说的是真心。之前咱们一起吃饭，我看到你印堂有阴气缠绕，才让你来找我。当时他跟司明阳说，如果他再梦到那个人，就来找他。那会儿他不确定司明阳梦到的是谁，以为他是被什么东西缠住了，还特意雕了块玉佩给他。没想到今天才知道，那个被司明阳梦到的人竟然是傅正阳的前女友。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司明阳道：“如果我早点把报告拿出来，兴许以傅二少的能力，会更快查清楚这件事。但甄小姐没有怪你，她越是不怪我，我就越觉得自己很差劲。”南星一向不太会安慰人，但他知道司明阳也是出于无奈，毕竟背的196出处不明，稍有不慎就会连累到院方。想到这，南星道：“害死甄小姐的人是庄韵然，大哥不必自怨自艾。而且比起否定自己，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需要调查。什么事？你不好奇庄韵然是怎么联系到黑市卖家的吗？庄韵然一个豪门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会联系到国外黑市的卖家？就算傅正阳给他足够的零花钱，没有门路，他的手也伸不到那么远。”司明阳微微皱眉，其实他早就想到这点了。这些年，他花费了很大心力才找到那家黑市，赢取对方的信任。庄韵然能直接挂名在那里买东西，一定是被什么人引荐过去的。你不是有那个什么真言符，给他贴上，问问他不就知道了。傅清燕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两人身边。南星认真回答：“真言符不能乱用，今年已经到上限了。”傅清燕，这玩意儿还有上限？怪不得南星要用这种迂回的方法让庄韵然认罪。庄韵然的交际圈不大，查起来不会很麻烦。司明阳道：“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也行。傅清燕点头，他的朋友都是些豪门太太，估计也没那么大本事。把那些人排除了，剩下的就是嫌疑人。司明阳闻言嘴角一抽，都排除了，还有其他人吗？傅正阳回到别墅的时候，眼睛又红又肿，配合上他那张被马蜂叮过的脸，
几乎看不出本来面目。傅青燕看到他这个样子，都不忍心奚落他了。他牵着真心走到南星面前：“我跟欣欣商量好了，我们会找一个没人的教堂举办一场婚礼。”然后傅正阳顿了顿：“然后你就送他离开。”傅正阳说这话之前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他紧紧握着真心的手，连呼吸都在发抖。刚才真心明确告诉他，他不会留下，但他想完成生前的愿望，就是穿上婚纱，做一次他的新娘。傅正阳心痛不已，傅二少想通了。傅正阳眼眸低垂：“我尊重他的决定。好，那给你们3天时间。”南星道：“3天之后，带甄小姐来找我。”傅正阳和真心离开后，南星也准备回房间，却在半路遇到傅青燕。傅青燕手里拿着一个冰袋和一支药膏，开口就是一句：“今晚还一起睡吗？”南星犹豫片刻，点了点头。傅青燕睡觉老实，不怎么翻身，睡在一张床上倒也不影响她。傅青燕闻言，嘴角掀起一道微不可察的弧。回到房间，傅青燕关上门，对南星道：“衣服脱了吧。”“什么？你脖子上的伤需要处理。”傅青燕自顾自拧开药膏：“我说你怎么在屋里还捂那么严实？下次再有这种事，直接告诉我就行，我帮你出气。”“不用出气。”南星抿唇：“我说了，他是受阴气影响才会对我动手。等甄小姐离开，他就恢复正常了。”傅青燕盯着南星看了几秒，忍不住道：“你好像从来没生过气。”傅正阳对他动手，就算事出有因，发点脾气也是应该的。但南星好像完全不在意。“谁说的？我也生过气，是吗？什么时候？”傅青燕一脸好奇地坐到床边。南星想了想，诚实道：“你被人下死咒那会儿，我的气运也跟着变差，在道观画的符都被虫子啃光了。那时候我就很生气。还有一次，我正睡着觉，房顶漏雨忽然塌了，我也很生气。不过我一想到你也不是故意的，气又消了。”南星耸耸肩：“这次也一样，傅二少不是故意的，所以没什么好生气的。”傅青燕闻言，忽然觉得他刚才揍傅正阳那一拳有点仗势欺人了。那家伙脑子不清醒，又被下了定身符，他确实不该贸然动手。那你有没有高兴的时候？有。南星不假思索：“你的气运恢复了，我就很高兴，因为这样我的修道之路也会更上一层楼。”说来说去，都和修行有关。傅青燕觉得没有再追问下去的必要了，晃了晃手中的冰袋：“现在可以脱衣服了吗？”第175章，父子重归于好。南星低头看身上的衣服，他的针织衫里虽然有背心，但在傅青燕面前穿太少，还是觉得有点别扭。于是道：“我去换身睡衣。”没一会儿，南星便穿着睡衣回来了。傅青燕让他坐到床边，用冰袋敷在他脖子上，等敷得差不多了，又拧开药膏，准备帮他抹药。“这个我来，自己来吧，帮人帮到底。”傅青燕将他的手按下去，力道不轻不重。见男人这么好心，南星没再坚持，微微扬起下颌，方便傅青燕帮他上药。看着男人专注的表情，南星微微出神。他记得上一次傅青燕这么认真地，还是在镜像世界破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关系好像还没这么亲近。想不到你还挺温柔的。南星冷不丁开口。傅青燕涂药的手顿了一下，紧接着不太自然地清了下嗓子：“我也不是对谁都这样。”南星点点头，表情若有所思。他记得小时候有个师兄就对他很温柔，打饭的时候总会多给他半勺。他问师兄为什么，师兄摸了摸他的头，说：“因为师兄喜欢你呀，所以你是喜欢我了。”南星脱口而出。南星这一个问题抛出来，傅青燕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耳朵有点发烫，心跳的频率也莫名变快。这种反常的感觉让他有些慌乱。南星倒是十分淡定，清澈的眸子一眨不眨看着他，甚至火上浇油的又追问了一遍：“是吗？”傅青燕从没想过自己也会有这么一天，
仿佛一只铁板上的鱿鱼，腹背受敌，被一个小丫头逼得退无可退。只是没等他想好怎么回答，南星便一本正经道：“你不可以喜欢我，不然等你的小丸子回来就麻烦了。”傅青燕嘴角一抽，下意识反驳：“我喜欢谁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只是我的救命恩人，又不是……”话说到一半，傅青燕意识到不对，连忙悬崖勒马：“算了，不聊这个话题。”其实他也不清楚对南星是什么感觉，他只知道有人欺负南星的时候他会生气，见他遇到困难了就想帮忙。也许关系不错的朋友也会这样。傅青燕抛开纷乱的思绪，拧上药膏：“今晚别碰水，早点休息。既然他现在弄不清对南星的感情，那就让时间给他答案。反正他们未来的日子还很长。”3天后，城郊的一座废弃教堂，傅正阳和真心相约来到这里。司明阳给傅正阳的脸用了一种特效药，让他在短时间内消肿，又恢复到英俊的模样。看着眼前身穿洁白婚纱的女人，握住她的手，眼底闪着泪光：“欣欣，你穿婚纱的样子很好看。”明明女人已经换了副皮囊，但他还是能从那双眼睛里认出她的灵魂。真心微微一笑：“我做梦都希望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愿望真的实现了。”他刚截肢那会儿很沮丧，情绪激动的时候，不止一次跟傅正阳提分手。傅正阳为了让他开心提出举办婚礼，他坚决不同意。他不想以那样狼狈的样子嫁给傅正阳，于是他努力复健，希望在装上假之后行动自如。这样穿上婚纱之后，别人就看不出他少了一条腿。却没想到愿望还没实现，就被庄韵然毒死了。我说过，无论如何我都会找到你，不管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就在这时，打扮成司仪模样的秦琪走过来：“2位新人，可以开始了吗？”为了让婚礼显得更正式，南星请秦琪过来帮忙。秦琪一听是要给人做司仪，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毕竟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这件事，他比任何人都能感同身受。傅正阳点点头，牵着真心来到教堂正前方。阳光透过教堂顶部五彩斑斓的玻璃照进来，在真心洁白的婚纱上投射出一片光影。“傅先生，你愿意娶甄小姐为妻吗？无论对方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疾病，都愿意照顾她，尊重她，永远对她忠贞不渝。”傅正阳毫不犹豫道：“我愿意。那甄小姐呢？你愿意嫁给傅先生吗？无论对方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我愿意。”没等秦琪说完，真心便给出答案。傅正阳勾了勾唇，努力把眼泪咽回去。“下面，请新人交换戒指。”傅正阳牵起真心的手，在他无名指上戴上一枚钻戒，真心也为他戴上钻戒。然而，就在傅正阳准备吻过来的时候，真心忽然道：“正阳，我还有一个愿望，你可以满足我吗？”傅正阳连忙问：“什么愿望？”“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都满足你。”真心抿了抿唇：“我离开后，希望你能好好生活，好好爱景天，可以吗？”真心的愿望在傅正阳的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永远都是这样，把别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景天是个好孩子，他的妈妈不爱他，爸爸不能再不爱他了。真心看着傅正阳的眼睛，目光一如既往的温柔。“所以，你愿意答应我吗？做一个好父亲，别再让他失望了。”傅正阳心脏抽痛，景天是庄韵然生下来的孩子，而庄韵然又是害他惨死的人。可他非但没有迁怒于景天，还如此为他着想，这样的包容心，他没在任何人身上见到过。傅正阳强忍痛苦，点点头：“好，我答应你。”真心这才露出笑容。仪式结束后，真心提出要给傅正阳跳一支舞。现在他拥有了健全的身体，终于能自由自在地跳舞了。傅正阳答应了他，真心去换了一身红色长裙。秦琪用自带的音响播放音乐，伴着优美的钢琴曲，真心在台上翩翩起舞。
傅正阳看着真心跳舞的样子，一股酸意涌上鼻腔。他记得第一次见到真心的时候，她也是穿着一条红色的裙子在台上跳舞。那一瞬间，一眼万年，真心在台上转了个圈，做了个谢幕的动作。与此同时，傅正阳看到真心的身体慢慢变得透明，他忽然意识到什么，猛地冲过去。欣欣，真心笑容温婉，全然没有分别之际的伤痛。正阳，遇到你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也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疼爱。现在我要去该去的地方了。欣欣，别走！傅正阳扑上去，却扑了个空。他眼睁睁看着真心的身体在眼前瓦解，消失不见。方才被他亲手戴在真心无名指上的那枚钻戒，叮的一声掉在地上。夏梅的肉身是用术法保持的鲜活，真心的灵魂离开后，肉身也跟着消失。傅正阳跪在地上，手里捧着真心的戒指，捂着脸失声痛哭。和失去比起来，失而复得之后再失去，往往更加残忍。看着傅正阳落寞的背影，秦琪的眼睛也有点红。他想毛毛了，也不知道毛毛有没有投胎到一个好人家，是不是像南星说的那样，有一个爱他的爸爸妈妈。傅正阳跪在地上哭了很久，直到身后响起一道奶乎乎的声音：“爸爸！”男人恍惚地抬起头，教堂门口，一个穿着背带裤的小男孩逆着光站在那里，满眼童真地看着他。傅正阳擦掉眼泪，终于看清楚那个男孩是傅景天。傅景天小心翼翼走到傅正阳面前，伸出小手帮他擦掉眼角的泪。“爸爸，你怎么哭了？”真心离开后，傅正阳的神智恢复清明。此刻看到傅景天担心的表情，再也忍不住将他用力抱在怀里。“景天，是爸爸对不起你。庄韵然不是个合格的母亲，他同样不是个合格的父亲。3年来，他从未插手傅景天的生活，天知道他心里有多难过。”难得得到父亲拥抱的傅景天有些惊讶，他愣在原地，好半天没回过神来，直到傅正阳放开他，才试探地摸了摸他的脑袋。“奶奶说这样就不难过了。”景天摸摸爸爸，“爸爸也不要难过了。”傅正阳努力扬起笑容，“爸爸不难过，爸爸高兴还来不及。”他将傅景天抱起来，想起真心临走前对他说的话，轻轻刮了下儿子的鼻子：“以后你想要什么都跟爸爸说，爸爸平时也会多陪你的。”傅景天有些受宠若惊，他感觉爸爸好像忽然变了，怎么不说话？是被我吓到了？傅景天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小心翼翼问：“爸爸不是不喜欢景天吗？”傅正阳一怔，孩童天真的问题像一把匕首，刺得他心脏生疼。他捏了捏傅景天的脸：“谁说的？爸爸之前是太忙了，才没时间陪你。”傅景天虽然小，却也分得清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为了求证傅正阳是不是在搪塞他，傅景天小声问：“那下周幼儿园的表演，你会去吗？”傅正阳恍然想起几天前傅景天就跟他说过幼儿园表演的事，但他当时为了借尸还魂的事心烦意乱，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此刻傅景天再次提起这事，傅正阳毫不犹豫道：“当然会去，我儿子的表演，我当然要看。那妈妈呢？妈妈也去吗？”傅正阳皱了皱眉，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庄韵然的事。庄韵然虽然平时不管孩子，但毕竟是他的亲生母亲，母子连心。庄韵然出事，傅景天肯定也有所察觉。爸爸是要和妈妈离婚吗？傅景天忽然问。傅正阳没想到傅景天会问这个问题，沉默片刻，反问他：“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你会难过吗？”傅景天认真想了想，然后摇头：“如果爸爸不爱妈妈，妈妈也不爱妈妈，那你们离婚，景天就不难过。为什么？因为景天想让爸爸妈妈开心。”傅景天用着奶乎乎的声音说出让傅正阳无比揪心的话：“爸爸妈妈开心，景天才会开心。”这一刻，傅正阳终于意识到他之前做了多么混账的事。他再次抱紧傅景天，
以后爸爸也会努力让景天开心。景天相信爸爸吗？傅景天点点头，露出天真的笑容。此时，教堂外面，南星走向路边的黑色轿车，江岑急忙下车帮他把门打开。南星上车后，傅青燕问他怎么样，甄小姐送走了，傅二少在和景天培养感情。闻言，傅青燕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他还挺好奇傅正阳那个吊儿郎当的家伙当爹是什么样的。南星小姐，还有其他事吗？没有，咱们就出发了。江岑透过后视镜问南星。没有了，走吧。今天是他和傅青燕去拍卖会的日子。上午他把傅景天送过来，又给真心超度，做完这些刚好赶得上去拍卖会。至于庄韵然那边，和他预言的一样，事发第2天就变得神神叨叨的，被送去精神病院。现在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傅家为了孩子着想，对外只宣称二少夫人身体出了问题，其他的并未透露。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战雪的心情也受到影响，连夜就和傅玉生去国外散心了。本就不怎么热闹的傅家，这下更是变得空荡荡的。车开了一段时间，南星想到什么，他看向傅青燕，眉头末尾地问：“我们一起睡了2次，你感觉怎么样？”噗，嗨嗨！前面开车的江岑剧烈咳嗽起来。这种问题是他一个小助理能听的吗？傅青燕也被吓到了。他不知道南星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这么有歧义的话说出来的时候，真不觉得奇怪吗？傅青燕心里翻江倒海，但当他对上南星那双诚挚的双眸，便明白是他想多了。这丫头是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还好，傅青燕冷静地回答，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运气确实没之前那么差了。不知道上天是不是要故意打他的脸。话音刚落，车子便猛地停了下来。傅青燕以为是江岑踩的刹车，他看向前方的路，一片平坦。怎么回事？车抛锚了。傅青燕捏了捏眉心，看来你的运气并没有变好。南星叹了口气，小声嘀咕：若虚道长的建议果然不靠谱。由于车子抛锚，两人只能临时打车。南星刚要掏手机，傅青燕便拦住他：“我来打。打车这种事，总不能也让南星代劳。”傅青燕拿着手机操作了一番，等车子停在路边时，两人都愣住了。第176章万年桃木剑斩断气运线。因为他们看到车上已经坐了2个人，副驾驶一个，后面一个。南星很快反应过来，问傅青燕：“你打的是拼车是吗？”傅青燕也不确定了，他已经很多年没打过车了，不太了解现在的打车软件，难道是点错了？傅青燕有点尴尬，道：“我再打一辆。”“不用了，就坐这个吧，不然来不及了。”南星打开车门，率先坐了上去。一辆车，4个人，南星和傅青燕跟另一个陌生男人挤在后面。男人身材微胖，呼吸粗重，从南星上车的第1秒就盯着他看，眼底透露着贪婪的目光。同为男人，傅青燕太清楚那眼神是什么意思，烦躁地拽了拽领带，让南星靠他近一点，再近会挤到你的几倍。我又不怕你挤。傅青燕说这话的时候，见男人的眼神已经瞄到南星的腰，忍无可忍，手从南星身后过去，搂着他的腰，一把将他圈到怀里。男人明显愣了一下，刚才听南星那个回答，他还以为两人只是普通朋友，这么一搂，关系就不言自明了。男人清了清嗓子，有点尴尬地收回目光。狭小的车厢内，南星靠在傅青燕怀里，被熟悉的松木香包裹，一呼一吸间，隐约能感觉到对方心跳的律动。从小到大，只有师傅这么抱过他。后来他长大了，师傅也就不管他了。南星抬头看向傅青燕，男人望向窗外，棱角分明的下颌线和薄唇使整个人看上去冷冰冰的。但他知道，这只是傅青燕的保护色。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发现傅清燕这个人其实很接地气，不仅如此，有时候还有点小幽默，和小说里的那些霸总都不一样。思及此，南星叹了口气，可惜了。傅清燕收回目光，什么可惜？南星摇了摇头，没什么。他是想说傅清燕不是他的正缘，可惜了。不然这样一个有钱、长得好看，还尊重他喜好的移动充电宝放在身边，还是挺不错的。20分钟后，车子停在拍卖会大楼前面。南星刚一下车，就看到2个熟悉的身影。齐玉堂从他的跑车上下来，身边还跟着齐宝。2人显然也是来参加拍卖会的。见傅清燕带着南星从拼车上下来，齐玉堂露出惊讶的表情。傅三少好雅兴啊，竟然带未婚妻坐拼车。傅清燕脸色一沉，我坐3轮过来跟你也没关系。是，你坐火箭过来也跟我没关系。齐玉堂笑得如沐春风，视线一转看向南星，南星，下次你可以坐我车，我车上宽敞，收起你那点歪心思吧。傅清燕故意将南星搂在怀里，语气不善。这家伙在直播间跟他叫板就算了，还当面挑衅他，看来是日子过得太滋润了。齐玉堂见南星没有躲避傅清燕的触碰，不禁皱了皱眉。这2个人什么情况？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说好的联姻呢？旁边，齐宝的笑容也很勉强，他故作轻松道：“哥，你就别拿傅三少打趣了，人家明年就要跟南星结婚了，你说话注意点。”齐玉堂一听这话，脸色更难看了。直到齐宝悄悄拽他的衣袖，他才偃旗息鼓走了。进去吧。傅清燕拍了拍南星的肩膀，当着齐玉堂和齐宝的面，堂而皇之地牵起他的手，走进会场。等2人消失不见，齐玉堂忍不住问齐宝：“你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呢？”“什么胳膊肘往外拐？我是在救你好不好？”“救我？”齐宝叹了口气：“你没看出来吗？傅清燕是要面子的人，你当着他的面说那种话，不就激起他的胜负欲了吗？那又怎么了？男人之间本来就该公平竞争，可是人家已经订婚了，本来就没有公平可言。”齐玉堂，他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以南星的性格，如果他不争，那丫头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有些事放在暗处做就行。齐宝道：“小心驶得万年船。”齐玉堂闻言皱了皱眉，明明傅清燕一开始是不喜欢南星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得不太对劲了。会场里，傅清燕带着南星到道教专区的 VIP 席位入座，期间有不少认识傅清燕的人跟他问好，南星都挨个记住了他们的脸，有些面相不好的，他就提醒傅清燕少接触，当然也有一些面相不错的，被他果断拉进白名单。藏品目录你看了吧？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吗？傅清燕侧过头问坐在旁边的南星：“那枚钟馗的古钱币，还是八方天蓬尺，我都想要。”南星算了一下，司长林给他的零花钱，还有他这段时间赚的钱加在一起，拍下那些小东西应该不成问题。傅清燕听不懂南星说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却也点点头，放心拍，钱管够。他知道南星有钱，但这种拍卖会结尾都会有一个隐藏拍品展示的环节，那个环节里的拍品往往有市无价。傅清燕担心，如果南星看上其中的哪一样，手里那些钱不够花，所以才来当这个提款机。南星正想说不会花他的钱，主持人便上台开始拍卖流程。前面的拍品和目录上一样，轮到南星想要的东西时，他就举牌拿下。其他人不了解道教玄学，大多是来凑个热闹，见南星举牌，也没人跟他抢。几个小时过去，终于轮到隐藏拍品环节。主持人将一个盖着红绸的长方形玻璃展柜推到台前，他环视会场，神秘兮兮道：“接下来展示的这件藏品就厉害了，据说是很多玄门人士求而不得的宝贝。”南星闻言挑了挑眉，玄门人士求而不得的宝贝，那他倒是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主持人卖完关子，就把玻璃箱上的红绸拿了下去，只见里面放着一把桃木剑，
尺寸不大不小，有点像小孩子玩的小木剑。下一秒，主持人道：“这是一把由万年桃木制成的桃木剑，由全清观的大师亲自鉴定过，据说可以斩妖除魔，还能斩断人和人之间的姻缘。”听到万年桃木，南星眼睛一亮，他一直在找的能斩断气运线的东西就是这个，没想到竟然在拍卖会上遇到了。傅青燕也发现南星表情里的蠢蠢欲动，眉梢一挑，问他想要。南星点头，有了这个东西，我们之间的气运线就能斩断了。傅青燕闻言一愣，心里莫名有点别扭。气运线要是斩断了，那他和南星之间不就没关系了？他会不会拍拍屁股走人？思忖间，会场后方传来一道声音：“这把剑我要了。”众人循声回头，见一个留着短发的女人走了过来。南星和傅青燕一眼就认出她的身份，萧月禅。两人异口同声。萧月禅不知道从哪弄到的拍卖会入场券，女人唇边噙着浅笑，迈步走到台前：“这位女士，请您按流程参与拍卖。”主持人好声好气地说道。萧月禅像是没听见，自顾自道：“这柄桃木剑，我无论如何都会拍下来。”台下的南星原本还有点怀疑那柄剑的真实性，见萧月禅志在必得的样子，便打消疑虑。看来玄门中也有人听到风声，知道这场拍卖会上会有这把万年桃木剑，于是派萧月禅来到这里。好的，那您先入座吧。主持人示意前排的空位，萧月禅微微挑眉，转身坐到离拍卖台最近的空位上。主持人继续介绍：如大家所见，这把桃木剑的材质比较特殊，所以起拍价定为50万。听到50万这个数字，台下传来议论声：一把小木剑居然卖这么贵，你们没听主持人说吗？那可是万年桃木做成的，是个稀罕玩意儿。再稀罕也就是一块木头，又不是什么古董，放在家里只能当摆设。真不知道哪个冤大头会买这种东西。现场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在不懂玄学的人眼里，这东西只能当摆设，但在南星眼里就不一样了。别说是50万，就算是500万，他也不觉得贵。毕竟这东西到了他手里，他和傅青燕就不用绑定在一起了。这50万不是钱，是他的自由。想着，南星直接举牌：50万。萧月禅有些意外，循着声音看过来，见举牌的人是南星，眼底闪过一丝玩味，星辰不移，他竟然也来了。这段时间，他关注了南星的直播，通过多方打听得知，他是仙云观的一名道士，师傅是玄门闭关多年的病尘。仙云观和太和宫多年前就针锋相对，因此他对病尘也有所耳闻。萧月禅跟着举牌：60万、61万、70万、71万。萧月禅每追加10万，南星就往上加1万，不疾不徐，像是要跟他杠到底。加到150万的时候，萧月禅有点坐不住了，他举手示意主持人：“请问，我可以跟那位拍友聊聊吗？”主持人有点犹豫，拍卖会之前没有这样的先例，都是价高者得，这人玩不起。正想着，南星起身：“我可以跟你聊聊。”主持人一见这阵仗，连忙道：“既然两位想沟通，那咱们的拍卖流程就先暂停。”吃瓜群众皆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那个女孩儿是傅三少的未婚妻吧？好像是叫什么南星，我看过她的直播，特别厉害。据说被司长林认回去之前是一个道士来着。道士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迷信呢？不是封建迷信，是真的道士。不信你可以关注他的直播间。还有啊，现在他已经是京城特调处的顾问了，是官方认可的。这么厉害，看来那把桃木剑是真的有点东西啊！原本还对桃木剑嗤之以鼻的几个买家，这会儿也都纷纷生出兴趣。虽然他们不懂那东西有什么用，但既然南星那么想要，那肯定是有价值的。要不咱们也叫价吧？有人提议：“得了吧，你也不看看他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要是他真拿不出那么多钱，肯定有傅三少给他兜底。”也是。另一边，
南星随萧月禅来到一个无人的角落，萧月禅双手环在胸前，一双狐狸眼上下打量南星：“你就是病臣的徒弟？”“嗯，那柄桃木剑，你不要跟我抢。”萧月禅的语气完全没有要跟他商量的意思。南星沉默片刻，道：“我们公平竞争，我不想跟你竞争。”萧月禅道：“我知道你老公有钱，我就算掏出所有预算也赢不过你，所以我想跟你谈谈，看你能不能把那柄剑让给我。”南星盯着萧月禅：“你要它有什么用？那你又有什么用？”萧月禅反问南星。南星欲言又止，他不能让萧月禅知道他和傅青燕气运相的事，毕竟这相当于他和傅青燕共同的软肋。这是我的私事，那我和你一样，我要这柄桃木剑的目的也是我的私事。既然你不想说，那就算了，我们继续按流行竞拍吧。南星说着就要走。等一下，萧月禅叫住他：“真的不再商量一下了？或许我们可以做一笔交易，比如你把这柄剑让给我，我告诉你，你师父不愿意接近你的原因。”南星闻言眉头一皱：“师父和他的事，萧月禅怎么会知道？”萧月禅从南星的表情中看到机会，乘胜追击：“你以为他是看破红尘了吗？不是哦，他对你冷淡也是迫不得已。”南星眸色更深：“你从哪听的这些？这么想知道，不如先把桃木剑让给我。”萧月禅轻笑，似乎算准了南星对这事感兴趣。南星捏紧拳头，薄唇抿成一条直线。虽然他很想知道师父疏远他的原因，但理智告诉他不能轻信萧月禅的话。半晌，他紧绷的表情松懈下来，轻声道：“比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还是更想要那柄桃木剑。”第177章犯了叉煞。我先回去了。南星微微颔首，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萧月禅脸色有些难看，他还以为拿病臣当诱饵，南星就能上套，是他想得太简单了。这边傅青燕见南星回来，问他跟你说什么了？萧月禅让我把那柄桃木剑让给他，让给他。傅青燕挑眉，他怎么想的？拍卖，不就是谁拍到卖给谁，还带让的？他可能也需要那柄剑，但我没让给他。傅青燕刚想夸他做得对，蓦地想起两人身上的气运线，又把话咽了回去。说实话，他竟然有点想让萧月禅把东西拍走，这样他和南星身上的气运线就斩不断了。但这想法也只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便消失不见。很快，拍卖继续，萧月禅探出了南星的口风，识趣的没再加价。桃木剑最后以150万的价格落到了南星手里。南星拿着桃木剑反复端详，这真是万年桃木做的。傅青燕觉得那件看上去挺普通的，没什么特殊之处。南星将桃木剑递给傅青燕，拿着。傅青燕接过去，下一秒就见南星双手结印，召唤剑中灵气。原本普普通通的桃木剑忽然泛起金光，周身变得滚烫。傅青燕被烫得差点拿不稳，所幸那金光只是一闪而逝，桃木剑的温度也恢复正常，确实是万年桃木。南星眸光跃动，有了这个，我们的气运线就能斩断了。听到南星这么，傅青燕心里莫名不太舒服，下意识问：斩断之后呢？你有什么打算吗？当然是回仙云关。南星不假思索：我本来也是为了这事下山的，问题解决了，当然要回去。虽然早料到南星会这么说，但傅青燕还是成功的破防了。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什么？给我下死咒的那个人还没找到？傅青燕尽量表现得心平气和。你就这么回去了？我怎么办？南星表情茫然。我帮你找幕后黑手，是怕你被害死之后连累我。但如果我们之间的气运线没有了，你死不死，不就和我没关系了？傅青燕，南星看到男人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有些沮丧，眼神中似乎还带了些委屈。好了，开玩笑的。南星不忍心再逗他，咱们朋友一场，我不会见死不救的。傅青燕凝固的表情在听到南星的承诺后稍稍松弛了一点，不过
也只是一点点，毕竟南星刚才那句话太扎心了。他们好歹一起出生入死过，如果他真的拍拍屁股走人，他是真的会难过。你不是在哄我吧？傅青燕不放心地问。我没有哄人的习惯。南星安慰似的拍了拍傅青燕的肩膀，将桃木剑收回盒子里。拍卖会结束后，两人在大厅再次遇到齐玉堂和齐宝。傅总，一起吃午饭吗？齐玉堂笑着走过来。齐氏旗下新开一家餐厅，今天我请客。傅青燕刚要拒绝，就听南星道：“可以，你要跟他一起吃饭。”傅青燕看向南星，眼神中透着不解。南星一向独来独往，不爱搞人际关系，今天着实有点反常。齐玉堂没想到他不抱希望地问了一句，南星竟然真的答应了，顿时喜上眉梢。既然南星答应了，傅总再拒绝就不合适了吧？傅青燕心里虽不情愿，但见南星的态度很明显，还是随着他道：“既然南星想去，那我就陪他一起。”上车后，傅青燕坐在前面，南星和齐宝坐在后面。齐玉堂系上安全带，叹了口气道：“真没想到我的副驾有朝一日让你给坐了。你以为我想？”傅青燕睨他一眼，说的跟你这座子多金贵似的。对我来说当然金贵了，毕竟这个座位除了我妹妹，只有我女朋友能坐，是吗？那只能委屈你自己脑补一下了。前面的两人你来我往的互损，后面的齐宝也在努力找话题。南星，你今天去的是道教专场吧？拍到什么好东西了吗？桃木剑，桃木剑是能斩妖除魔的那种吗？南星态度不冷不热，几乎是齐宝问一句，他回一句。齐宝看出南星不愿意和他多说话，有点尴尬，索性拿出手机，不吱声了。齐氏新开的餐厅名叫合影，是一家古香古色的中餐厅。走廊里有假山，假山下面有池塘，小桥流水，水里还游着好几只胖乎乎的锦鲤。齐玉堂料定南星会喜欢这种环境清幽的地方，然而事实却和他想的不太一样。南星刚一进餐厅，表情就严肃起来。他环视一周，道：“这里的布局需要调整。”啊！齐玉堂一愣，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听傅青燕啧了一声：“齐总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嘴上说着请客吃饭，其实是想请免费的风水师啊。”齐玉堂表情一僵：“你别污蔑我，我心思单纯得很，他就是想通过请客跟南星拉近一下关系而已，谁知道还请出事了。南星，你说需要调整，具体是调整哪里呢？”齐宝虚心求教。南星细数了一下有问题的地方，觉得实在有点多，反问齐宝：“你们开餐厅之前没请风水师来布局吗？如果布过，不可能是现在这个情况。”齐宝闻言有点尴尬，还没想好怎么解释，齐玉堂便抢在他前面道：“餐厅的风水是宝帮忙看的。”此话一出，连傅青燕都惊讶了：“你什么时候还会看风水了？”齐宝讪笑：“也不算会看，只是对这方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就借这个机会试了一下。涉及风水的东西，最好别乱试。”南星道：“这家餐厅隶属于齐氏，风水布局不只会影响餐厅收益，也会影响齐氏运势。”齐玉堂一听这话，眼睛都睁大了：“这么严重？那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南星没急着说，而是看一眼齐宝。餐厅布局既然是他经手的，他也不好把话说得太直接。如果齐宝不愿意，那他就点到为止。但齐宝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反而觉得自己被质疑了，脸色有点不好，下意识道：“我也想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明明他都是跟着某音平台上的风水师们学的，怎么到了南星嘴里就变得那么一言难尽了？”见齐宝本人都不在意，南星也就不担心了，对三人道：“跟我来。”他先是带他们来到餐厅门口，指着正门左右两边的石雕大象道：“这里是餐厅的气口，放2个石雕大象作为守护神，本来没什么问题。但这大象下面没有水，时间长了会枯竭。这里银台摆放的位置不太好，换到另一侧。”
可和大门形成生气局。说着，又拿起银台上的金蝉。金蝉是招财瑞寿，寓意财源滚滚。但这金蝉面朝大门，口中钱财反而容易外泄，将金蝉换成身披七星，脚踩铜钱山的造型，嘴巴向里，可避免破财。齐玉堂听得十分专注，担心有什么遗漏，干脆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把南星说的都录下来。一行人继续往里走，南星在后厨前面停下脚步，后厨应放在与正门配合的天仪位上，同气相求，但它却是在西北方位。在风水学中，西北为乾，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天门。乾卦一般指家中父亲的角色，也是生财的位置。若在这个位置上生火，有可能会形成火烧天门的局势。听到火烧天门4个字，齐玉堂眼中瞬间就闪过一丝惶恐。老一辈的人常说火烧天门损老翁，意思就是一旦有火烧天门的情况出现，家中长辈就会受影响。想到这，齐玉堂忙问：那怎么办？是不是得把厨房换个位置？不用，南星摇了摇头。虽然餐厅的前位有火，但那气口和前位的配合并没有引动廉贞星，因此没有真的火烧天门。不过什么？齐玉堂感觉自己在坐一趟过山车。南星每说一句话，他的心就跟着七上八下。这个餐厅最大的问题是选址。南星道：刚才进来之前，我看到前厅对面有一根很高的电线杆，这在风水学中犯了叉煞。叉煞，齐宝做了个吞咽的动作。那是什么？学前杀崛起，叉为凶物，有破财之意。齐宝努力控制着脸部表情。南星刚才说的那些他都忍了，但选址这事，他总不能把餐厅关了去别的地方开吧？齐玉堂也被噎得不知道说什么。傅青燕见齐玉堂的眼神往外面的电线杆瞟，淡淡道：友情提醒，电线杆是城市市容的基础设施，不得随意拆卸。齐玉堂，他真想找块布把傅青燕的嘴堵上。你说了那么多，那有没有解决方案呢？齐宝把问题抛给南星。电线杆不能拆，餐厅不是只能等着赔钱了？南星想了想，道：之前我听过一个趣闻，说是在门口放一个孙悟空的雕像，可解叉煞。齐宝终于有点绷不住了。南星，我是在认真向你讨教，不是开玩笑。我也没跟你开玩笑。南星一副信不信由你的表情，把那根电线杆当成孙悟空的金箍棒，等他把金箍棒拔走，叉煞说不定能化解。旁边，傅青燕以拳抵唇，轻轻咳了一下，俯身凑到他耳边：你认真的？言外之意，他也觉得这个说法非常荒谬。南星没有回答，而是对齐玉堂道：我确实不能保证这个方法有效，齐少爷如果怀疑，可以另外找风水师来看。齐玉堂哪敢说怀疑，连忙道：不会，我信得过你。说着就要给餐厅经理打电话。齐宝杏眸睁大：哥，你干什么？让人弄个孙悟空过来。包厢里4人落座，齐宝佯装低头看手机，不时掀起眼皮看一眼坐在对面的南星，眼底闪过不易察觉的妒意。他之前觉得傅青燕对南星不一样，是因为他擅长玄学，为了投其所好，偷偷自学了一阵。这个餐厅本来是他拿来练手的，没想到南星当众拆台，害他丢了颜面。齐宝心里不舒服，又不好表现出来，只得拽了拽齐玉堂的胳膊，娇滴滴道：哥，真对不起，我要是早知道风水有这么多讲究，就不随便插手餐厅的事了。齐玉堂笑了笑：这有什么？你又不是专业的，出点错很正常。得到了安慰的齐宝并没有罢休，而是抿了抿问：你真让经理买孙悟空的雕像了？是啊。齐玉堂点头，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而且餐厅都开张了，总不能因为门口的电线杆子就关门吧？可是放个孙悟空在外面真的很奇怪，那你想怎么办？齐宝欲言又止，抬眸看一眼南星，见他没在看自己，才道：我总觉得
这种插煞肯定还有其他化解方法。当然，我不是不相信南星啊，主要是这个餐厅的风格和孙悟空太不搭了，而且放个猴子在外面也影响美观。所以我在想，咱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下缥缈仙师？听说他是京城最有名的风水大师，找他过来看看，说不定有别的解法呢。傅青燕正拎着茶壶给南星倒茶，听到齐宝提到缥缈仙师，慢条斯理道：“缥缈仙师我认识啊，你们要找他吗？我可以给他打电话。”齐玉堂刚想说，他就信南星说的，齐宝便抢着道：“好呀，让他看看吧。”傅青燕睨一眼身边的南星，见他表情淡定，对他的信任直接拉满。他笑了笑：“好，我现在打给他。”在齐宝期待的目光中，傅青燕拨通缥缈仙师的电话，两人寒暄了几句之后，傅青燕简单陈述了一下他们遇到的问题，然后将手机放在桌上，按下功放。缥缈仙师沧桑的声音顺着听筒传出来：“关于餐厅门口的插煞，老夫认为有一妙法可解。第178章，特调处招人。”齐宝的耳朵立马竖起来，眼睛也不自觉看向南星。说实话，他是真不相信什么孙悟空金箍棒的言论，所以现在特别期待听到缥缈仙师的解释是什么妙法。仙师说来听听。齐玉堂也很好奇。缥缈仙师顿了顿，道：“化解这种插煞，只需要在餐厅外面放一个孙悟空的雕像即可。”可傅青燕差点没绷住笑出来，她赶紧把头转过去，假装无事发生。齐宝的表情在听到孙悟空3个字的时候，明显扭曲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如常。他不死心地问：“仙师，除了放孙悟空，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吗？我们餐厅的风格和孙悟空一点都不搭。”这个老夫没有实地考察，不敢妄言。小友若是有需要，改日我可以亲自过去看看。缥缈仙师那边传来翻本子的声音，不过我这个月的档期已经满了，只能下个月了。齐宝啊，下个月底还有时间，需要预约吗？不用不用。齐玉堂道：“多谢仙师答疑解惑，我们放孙悟空就好。”挂了电话，傅青燕故意问齐宝：“还有什么疑问吗？”电话打了，问题也问了，再不依不饶，未免显得太小家子气。齐宝只得抿了抿唇，没有了。吃饭的过程中，南星一直没说话，直到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才放下筷子，对齐宝道：“齐小姐最近可能会犯小人，多留意一下身边人，不要盲目与人合作。”刚才他近距离看齐宝的脸，发现他眉心生出一道淡淡的悬针纹，明明上次见面的时候还没有。齐宝心下一惊，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南星说犯小人，他脑子里莫名就冒出思妍的名字。他接济思妍的事没跟齐玉堂说，也不敢说，毕竟齐玉堂对思妍很反感，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和思妍成了同僚，肯定会骂他没脑子。你最近有认识什么新朋友吗？齐玉堂问。没有啊，那就是以前认识的。齐玉堂没有看出齐宝眼神中的心虚，自顾自道：“让我说，那些天天嚷嚷着要给你投资办画展的外国佬就很有嫌疑。齐家又不缺钱，需要他们投资吗？明显没安好心，以后还是少跟他们来往。指不定那些人里就有南星说的小人。”齐玉堂说的话，齐宝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很清楚，工作中的伙伴对他都很好，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小人来陷害他。只有思妍，齐小姐最好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南星轻轻转动茶杯，对方身上业障重，接触下来，早晚会被拖下水。闻言，齐宝的脸色越来越白。齐玉堂赶忙道：“你好好想想，到底是谁？别不把南星说的话当回事，跟上次的阴阳锅一样。”想起在襄城吃的阴阳锅，齐宝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幸好南星是在他们吃完饭才跟他说这事，不然他连饭都吃不下去了。吃完饭，江岑开着另一辆车回来了。与此同时，南星接到秦琪的电话：“星姐，我已经回特调处了，平行时空的案子有进展，你要来听听吗？”南星顿了一下，
叫我南星就行。你不觉得叫星姐很酷吗？像黑社会。星星，快来吧，我也在这儿哟。电话那头传来霍九九的声音，南星立马道：“好，我过去。”秦琪，他说话就不管事吧。挂了电话，南星让江岑先送他去特调处。你们那个特调处，我能过去参观一下吗？傅青燕问。我不是负责人，你最好问一下季处长。傅青燕只是客气一下，没想到南星这么严苛，只好给纪云打了通电话。纪云一听傅青燕要来参观，二话不说就同意了。特调处之所以能成立，是靠傅青燕跟上头通气，他们当然不会拒绝。餐厅门口，南星向齐玉堂和齐宝道别，齐玉堂看向南星，依依不舍道：“等孙悟空搬来，我给你发照片呢。”上车后，傅青燕到底还是没忍住，侧头问：“你好像对齐玉堂很热情，又是一起吃饭，又是帮他看风水，相较于南星对其他人的态度来说，这很不正常。我是在帮你铺路，帮我。”南星不置可否：“你们将来会成为关系很好的朋友。”你说我和齐玉堂？不可能。傅青燕矢口否认。从他接手傅氏集团的第一天起，就注定和齐玉堂势不两立，而且那家伙说话做事都很欠揍，实在不是他愿意接触的类型。不信算了。南星耸耸肩，反正你们以后是要做朋友的，提前培养一下感情没坏处。傅青燕无言以对，这还是他第一次希望南星算得不那么准，否则他会对自己的择友标准产生质疑。特调处，南星一进门就被霍九九一把抱住：“星星，几天不见，想我没有？”南星似乎已经习惯霍九九的热络，由着他像八爪鱼一样挂在自己身上，向纪云问了声好。纪云笑着点点头，又看向他身后的傅青燕：“傅三少，我带你参观一下特调处吧。”傅青燕微微颔首：“麻烦了。”两人走后，霍九九撞了下他的肩膀：“我发现傅青燕越来越沾你了。”“有吗？”“当然有啊。”霍九九一本正经道：“他工作那么忙，还特意送你过来，不就是想和你多待一会儿？”他说他想参观特调处。霍九九猛地想起南星在感情方面是个木头脑袋，叹了口气道：“那只是他的说辞，没想到你还真信了。”傅青燕真可怜。南星无语凝噎。傅青燕可怜，明明是莫名其妙被连上气运线的他才比较可怜吧。正在这时，秦琪拿着资料过来：“星姐来了，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案子的进展。”秦琪自从加入特调处就变得生龙活虎，将寻死觅活的事抛在脑后。他拉着南星坐到椅子上，把资料摊在他面前：“我找吕队长核对过了，20年前确实接到过一起失踪案，报案人叫江琪，也就是那个自称妈妈被换掉的女孩。但是在她报案的半个月之后，她妈妈就回来了。当时警方调查了她的出行记录和消费记录，发现她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没去过任何地方，也没有产生过消费记录。在那个年代，一个大活人半个月没有消费是不可能的。但他们检查了江琪的母亲，没发现问题，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南星闻言道：“所以现在基本可以确定，镜像世界的案子在2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秦琪点点头：“20年前，玄天很可能还没接触邪道，这就说明玄天也是师承某人，但这毕竟太遥远了，不是南星短时间能弄清楚的问题。还有这些报案人，经过调查，也都是镜像世界的受害者。玄天当时在很多地方都打开了镜像世界的通道。现在这些受害人聚集在一起，都在寻求一个处理结果。这里面有80%的人都没有见到亲友的尸体，只是觉得身边人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怀疑那些人都被玄天弄到了镜像世界。”秦琪说完，霍九九连忙问：“那是不是还得再进去一次，把那些人带回来呀？”“没那么容易。”南星道：“且不提那些人在镜像世界里是否还活着，就算活着，玄天若是在他们身上做了遮蔽天道的术法，他们也回不来。”“为什么？”
秦琪蹙眉，他们不是本来就属于这个世界吗？南星扯了张纸到面前，画了2个小人，上面分别写上 A、B 2个字母。假设我们所在的是世界，那当初被玄天送过来的毛小牙应该是 B， 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本该像我和傅青燕一样被抹除，但他却和你相处了那么久，还没出现任何问题。这是因为玄天打乱了他身上的标记，让天道分不清他到底是世界的毛小牙还是 B 世界的毛小牙。南星将2个小人身上的标记进行对调，那些被送到镜像世界的人也同理，他们没被抹去，就说明玄天打乱了他们身上的标记。这种遮蔽天道的术法如何操作我不清楚，但如果强行把他们带回来，你应该清楚会发生什么。秦琪迟疑片刻，道：会被抹去。南星点点头。一瞬间，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压抑。过了好一会儿，霍九九才道：那不就意味着2个世界的人永远都无法相见？秦琪心口有点发闷。被玄天祸害的这些人，要么是被另一个自己杀死，要么是去了另外的时空，和亲友天各一方，简直惨无人道。你去安抚一下那些人，我会再想办法。南星道：虽然他们不能在镜像世界停留太长时间，但在阵法加持下，10几20分钟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怎么确定那些人还活着呢？霍九九问。现在除了你，其他人都进不去镜像世界，调查起来太麻烦了。话音刚落，向松松的声音便从远处传来：云姐说特调部还有编制，可以继续招人的。3人循声看过去，只见向松松怀里抱着一大摞资料路过，为他们送上这一喜讯。秦琪兴奋地睁大双眼：考编有要求吗？我也想考，正所谓沸水不流外人田。你不用考呀。向松松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表情有些茫然。你入职的时候，我不是给你发过一份须知吗？上面写了，你只需要通过半年的试用期就可以转正。啊，真的假的？向松松嘴角一抽，就知道你没好好看。秦琪以为自己最多只能当个编外人员，没想到铁饭碗自己送上门，郁闷的情绪一扫而空，瞬间又满血复活。他靠在椅子上，一拍大腿：我觉得松松说的有道理，华国人才那么多，肯定也有像星姐一样精通玄学的道士，把他们扩招进来，不是事半功倍。道士啊，向松松小声嘟囔，那估计够呛。为什么？我们之前找过的，结果人家一听特调处隶属于京城警方，直接就把我们赶走了。向松松把资料放在桌子上，也找了把椅子坐下。我接触过的修士都很清高，他们不稀罕什么编制、钱财之类的东西，像星姐这样心怀大爱的人很少。南星，他实在不好意思告诉向松松，如果不是因为有气运相连这回事，他也不会加入什么特调处。这个时间，他完全可以在山上打坐、画画符，远离尘世喧嚣，惬意得很。那你给他们洗脑呢？秦琪开始出谋划策。你就说加入特调处有助于他们羽化登仙，你还真敢说呀？霍九九敲了下他的脑袋。秦琪捂着脑袋，哎呦了一声，露出委屈的表情。我不也是为了星姐着想吗？特调处没有精通玄学的人，就只能紧着南星这一只羊薅，毛再多也会被薅秃。归根结底，科学和玄学不是一个体系。向松松道，修士们也是不信任咱们，觉得加入特调处会被当成工具人，没有发言权，才不愿意趟这个浑水。那就不要让他们有这个想法。一直沉默的南星蓦地开口，其实修士没有你想的那么高高在上，他们也是普通人，只是和大众追求不同，求道之法静为根。那些人之所以对特调处嗤之以鼻，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里不够清静，不利于他们专心修行。如果能给他们安排一个适合修行的栖身之地，定期安排交流会，传授他们一些没有接触过的术法，再设立一个共同的目标，应该就不会拒绝了。霍九九，共同目标是什么呀？南星沉默片刻，吐出4个字：
消灭玄天。在南星的建议下，特调处决定向外界发布招募公告，招募人员不限于道教人士，只要是懂玄学、有一技之长，哪怕只是可以和魂魄沟通的灵媒都可以报名。而南星这边也利用直播间公布了这个消息，和想象中一样，粉丝们听说特调处在招人，立马炸开了，在直播间里热议起来。第179章，情书我替他收下了。好想报名，是任何一技之长都可以吗？那个，我有个朋友想让我帮忙问一下，他不懂玄学，但特别能吃苦耐劳，特长是打扫卫生，不知道能应聘特调处的清洁工吗？楼上的那个朋友就是你自己吧？你这算盘打得我在国外都听到了。话说回来，这算不算是官方彻底认可玄学了？我有点担心，这样下去以后，大家会不会都不学习，改行做道士了？楼上的小兄弟，你想多了，做道士也是要有灵根的。我等废柴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南星不过播了短短10分钟，就有上百封私信发过来，都是毛遂自荐的，或9点的指尖冒烟，忍不住道：“你们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投简历啊！星星是会通过面相筛查的，不靠谱的连初审都过不了，白白耽误时间。哪怕他这样说了，还是有源源不断的简历投过来。”南星担心再这么下去，他和霍99都会累死，不禁心生一计，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支笔，在掌心写下一字，在上面注入一丝灵力，随后五指收拢，举到镜头前面。无论你们的一技之长是什么，有灵根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刚刚我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字，你们可以用灵力感应一下是什么字，猜对的人才能获得面试资格。切记，每人只有1次回答的机会。南星的最后一句话，让那些想要下猫碰死耗子的人纷纷打消念头。中国汉字那么多，也太难猜了吧？谁让你猜了呀？人家让你用灵力感应，没有灵根就不要凑热闹。星星肯定不会写那种大家很容易猜到的字，估计是什么生僻字，看到也不会读的那种。能不能换个玩法？我猜字一般，但猜东西绝了。看到这条评论，南星抱着粉丝的需求要尽可能满足的念头，用另一只手从布包里摸了样东西，然后像刚才一样掐诀送入一缕灵力，将拳头举到镜头前面。现在我右手里拿了一样东西，如果感应得到，也可以获得面试资格。题目可以2选1，也可以都答。如果2道题全部答对，不用面试即可通过。真的假的？2道题都答对就不用面试了？这样会不会太草率了？万一题目答对了，但人品不行怎么办？楼上质疑的几个，你们要不要先看看同时答对2道题的概率是多少？姐妹们，我要冲了，谁都别拦着我！直播间里不断刷屏。为了保证答题的公正性，南星对旁边的秦琪道：“小秦，你现在用手机录一下答案，这样可以确保没有造假。”秦琪刚要过来，就听傅青燕道：“我来吧。”只见傅青燕越过秦琪，来到南星身边，举起手机对准他和后面的直播屏幕。因为傅青燕是站在边上，直播只能拍到他的侧脸，但这也足以让直播间粉丝陷入疯狂。这哪来的帅哥？特调处新成员，侧脸都这么帅，正脸的帅成什么样啊？我以为秦琪小哥哥就够好看了，没想到还有更极品的。不是，你们不觉得这帅哥有点眼熟吗？眼熟啊，当然眼熟了，人家可是主播的未婚夫。傅青燕的身份曝光后，直播间热度更上一层楼，粉丝们纷纷用表达着心里的兴奋。星星连续2次直播，傅三少都在，福星果然是真的。等等，福星又是什么鬼？傅青燕 x 南星等于福星。虽然我之前是山星堆的忠实拥护者，但现在我只想说，山金哥，咱实在不行，换个攻略目标吧。傅青燕看不到网友的热议，自然也就没什么反应。他调整手机镜头，给南星找了个最上镜的角度，道：“
开始录了。南星点点头，对着傅青燕依次摊开左手和右手。直播间里的人只能看到南星的背面，这会儿恨不得钻进屏幕，看看他手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傅青燕也很好奇，只是当他看到南星右手掌心里的东西时，不禁愣了一下，似乎是没看清是什么。他上前凑近一点，眉头微皱，这也让直播间网友抓住线索。大家注意傅三少的表情，他皱眉了，估计不是什么常见的东西。凑那么近看，体积应该很小吧？能一手掌握的东西能大到哪去？我估计就是耳钉啊、戒指啊之类的。不可能，我家星星从来不戴首饰，而且它是从布包里拿出来的，里面只能是驱邪道具。什么驱邪道具那么小啊？不是，你们真的越来越离谱了。这是考灵力，不是考推理。展示完手里的东西，南星将手放下，转身看向镜头。2道题的答案都已经记录下来了，大家各显神通吧。南星说完，又有不少私信涌入，里面还混着好几封情书。霍九九气鼓鼓道：再有人借这个机会给我和星星发情书，一律拉黑处理。情书。傅青燕微微挑眉，坐到霍九九身边，用着不高不低的音量问：情书在哪儿？低沉磁性的声音落入直播间，引得一众颜粉们又是一阵嗷嗷尖叫。霍九九把情书点开，映入眼帘的就是声情并茂的告白：星辰不移，冬日的晴天不及你的温柔，星罗棋布的夜幕像你眼中的闪烁，世间美好的一切都在你身上。我要大声告诉你，我喜欢你，傅青燕。这情书够土味。接下来霍九九又点开几封，大部分都是向南星表白的。傅青燕清了清嗓子，道：这些情书写得不错，我替南星收下了。啊，妹夫在宣示主权，我先磕为敬。若若问一句，山金哥今天没来吗？他要是看到直播回放，会不会破防？南星也凑到镜头前面，见网友们越扯越远，他道：我还有工作要做，就不跟大家闲聊了。啊，这就下了吗？不直播算命了吗？救命！我好不容易才等到开播呀。看着网友们热情的样子，南星有点犹豫。他今天来特调处主要是为了处理线下堆积的案子，没想到他只是借直播间公布了一下招募信息，网友们就又把他送上了榜一。星姐，你播，线下的案子我来处理。秦琪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最近报案的人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都需要排查真实性。你可以先帮网上的人解决问题。南星想了想，反正帮谁都是帮，便点头道：那我就发几个福袋，粉丝们感激涕零。秦琪小哥哥，我爱你，这支火箭是打赏给你的，一会儿让小九给你结钱。我的黑科技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势必要抢到福袋。傅青燕本来是要回公司的，但这会儿更想凑热闹，于是给江岑发了条短信，让他一个人先回去。南星看一眼旁边的傅青燕，见他不动如山，奇怪地问：你不走吗？他记得刚认识傅青燕的时候，这家伙还挺忙的，经常好几天不见人影，怎么忽然变这么闲了？今天没什么工作，我留下来看你直播。傅青燕佯装淡定地抬手蹭了下鼻尖，不介意吧？南星摇了摇头，你随意。傅青燕自己都不担心工作，她有什么好担心的？想着，南星收回目光，发出第一个福袋。ID 叫花开富贵的网友抢到福袋，视频接通，画面上出现一对男女，两人大概50来岁，表情忧心忡忡。主播你好，我是花开，这是我老公富贵。女人自我介绍。原来这个网名是分开念的，一个 ID 2个人用。磕了，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南星问花开富贵：你们想问什么？花开叹了口气道：主播，我希望你能帮忙劝劝我女儿。南星挑眉，她怎么了？花开似乎觉得这是有些难以启齿，抿了抿唇，道：我女儿今年28岁，身高1.72米，是国内双一流大学毕业的，长得漂亮，收入也不错。
我和我老公一直希望她能找个跟她条件差不多的结婚，但她就像中邪了一样，非要跟她那个男朋友在一起。网友们听到这忍不住吐槽，听她的意思，她女儿男朋友应该是个凤凰男吧？凤凰男也不能一竿子打死啊，人家只是家庭条件差一点，又不是不努力。这女的上来就说她女儿是双一流大学毕业，双一流怎么了？上个大学了不起了？现在多的是这种人，看自家孩子哪哪都顺眼，毫无自知之明。你说你女儿漂亮，有照片吗？空口无凭啊！花开看到网友们的吐槽，连忙解释：我们不是嫌那男孩子穷，其实他穷不穷无所谓的，主要是因为……花开顿了顿，放低声音，他是个矮小症患者，还伴有语言迟缓。虽然花开没有说那2个字，但大家也都清楚，所谓的矮小症患者其实就是侏儒。这让上一秒还在对花开发起进攻的网友瞬间熄火。侏儒啊，好吧，我收回刚才的话，他女儿1.72米，配一个矮小症患者的话，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也许她男朋友的灵魂很有趣，灵魂再有趣，也要为下一代着想吧。一直沉默的富贵蓦地开口：“他俩的事，我们是绝对不同意的。我们查过了，矮小症是有可能遗传的。他们结婚的话，根本没法生孩子。”花开也道：“我女儿很喜欢孩子，她这个岁数也该生了。但现在因为这件事，我们闹得很僵。她非要嫁给那个男孩子，还说如果我们不同意的话，就跟我们断绝关系。”花开说着，捏紧双手。其实我和他爸一直觉得这是有蹊跷，毕竟我女儿喜好一直挺正常的。以前还说过找对象绝对不找1.8米以下的，怕拉不开身高差。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认识那个男孩子，他就跟中邪了一样陷进去了。傅青燕听得津津有味，下意识接话：“没准真的是中邪呢。之前谢薇的事让他知道，这世界上有情将这种东西。还有唐风的前妻，也是因为捡了被他下过弥合术的石头，义无反顾爱上了他。有没有可能花开富贵的女儿也是被下了这种术法，才爱上了对方？你女儿的照片发我看看。”南星道。花开赶紧把女儿的照片通过私信发过去。南星打开照片，看了下女孩的面相，然后道：“她没中弥合术，那她怎么？”花开话音未落，身后的房门便被推开，一个女人走进来，正是2人的女儿。女人五官端正，个子高挑，身材纤细，确实如花开所说，是个漂亮姑娘。悠悠，你怎么回来了？花开伸手去挡屏幕，但已经来不及了。悠悠走到镜头前面，看了眼正在直播的内容，冷笑：“怎么，你和我爸还不死心？该死心的是你。”富贵怒道：“你和刘航的事，我们是不会同意的，赶紧跟他断了，否则再也别回来。”悠悠早料到父亲是这个态度，他不疾不徐地从挎包里拿出2个红本本，道：“不回来就不回来吧，反正我已经跟刘航结婚了，除了死亡，没人能拆散我们。”富贵看到2个红本本，先是愣了1秒，紧接着猛然抢过来，颤抖着双手翻开。2人登记的时间，赫然就在今天上午。这下富贵连发火的力气都没有了，捂着胸口，痛苦地跌坐在椅子上。“老公，老公，你没事吧？”花开吓坏了，赶紧拿了速效救心丸给富贵服下。富贵这才喘过气来。花开顾不得还在直播，带着哭腔对悠悠道：“悠悠，你是要逼死我们吗？明明是你们逼我。”悠悠捏着结婚证的手微微颤抖：“刘航对我很好，我也很爱他，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成全我们呢？”花开崩溃了，不死心地反问：“你到底爱他什么？”第180章，催孕后提前透支。这世界上的好男人那么多，追求他的也不是没有，为什么这丫头偏偏就被刘航吸引了？爱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悠悠直视花开的双眼，他身上的每一点我都喜欢。这个答案够了吗？朋友们，我有点被感动了，是怎么回事？可能我是个恋爱脑。求问，这么好的女朋友在哪里？不要因为她男朋友是侏儒就嫌弃呀。
侏儒也是可以拥有爱情的。呜呜呜！星星不是说了吗？悠悠没被下迷合术，所以他们是真爱，真爱万岁！网友们大多站着说话不腰疼，大力鼓吹真爱无敌，但也有部分理智的网友发表反对意见。我觉得还是得先弄清楚刘航的侏儒症是原发性还是继发性，涉及遗传的问题必须慎重。刚才花开富贵说刘航还有语言迟缓，这种人很难在社会上混啊，更不要说有些侏儒还无法自理。小姐姐自身条件不错，嫁给他真的可惜了。这年头就不要鼓吹什么真爱了，大家都是很现实的，现在劝不住，等他老了一定后悔。见女儿如此执着，花开心如死灰，悠悠径直走到电脑前面，语气不善道：“你就是那个算命大师吧？我告诉你，今天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我就是要嫁给刘航，谁也拦不住。”星星还什么都没说呢，他激动什么？没人拦你。祝你和侏儒哥哥百年好合。面对部分网友的冷嘲热讽，悠悠不以为然。他看过唐风那集的直播剪辑，知道所谓的弥合术，但他坚信刘航不会对他做这种事。就在他准备关掉直播时，我没打算拦你。南星蓦地开口：“你和刘航很般配，我也支持你们结婚。”听到南星这么说，富贵好不容易平复的呼吸又急促起来。他喘着粗气，手颤颤巍巍指向电脑屏幕：“你这人怎么回事？我们来找你解决问题，你还帮倒忙！”花开连忙帮他拍背顺气，而后扭头看向南星：“小姑娘，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呀！她就这么一个女儿，嫁给那个侏儒，不仅后半辈子的幸福没了，他们老两口也抱不上孙子了。”南星对上花开绝望的双眸，不疾不徐道：“你女儿和刘航上辈子有约定，他们之间的姻缘是斩不断的。”什么？上辈子刘航救过你女儿一命，他们约定了这辈子做夫妻。如果你们夫妻俩强行把他们拆散，会有很不好的后果。花开乍一听这说法，觉得很离谱，但仔细想想，南星帮那么多人解决过问题，人在特调处，又是私家千金，总不至于为了那点流量胡说八道。于是小心翼翼问：“不好的后果是指什么？”南星想了想，道：“工作不顺，夫妻不和，意外变故都有可能。”胡说八道！那小子根本就是个拖油瓶。富贵气得猛咳几下，为了证明不是空口无凭，义愤填膺道：“原本悠悠今天要去国外参加一个设计比赛，结果刘航前几天生病，悠悠非要留下来照顾他，就把机票退了。那个比赛在国际上很有名，要不是因为刘航，悠悠肯定能得奖。”见父亲又提起这事，悠悠解释：“都说了，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刘航没关系。”怎么没关系？要是没有他，你能放弃大好的前程吗？就在父女俩争执不下时，三人的手机上不约而同弹出一则新闻：突发，华国航空一客机在我国海域附近坠毁，无一人生还。特调处这边的几个人也都看到了新闻。南星脸色微沉，对花开富贵道：“你们看一下手机上刚刚推送的新闻。”花开茫然地掏出手机，待他看清新闻标题，脸色瞬间变白。华航 K514，这是不是悠悠订的那个航班？悠悠闻言，上前抢过花开的手机：“对，没错，这就是我订的航班。”夫妻俩吓得腿都软了，同时也明白了南星的意思，因为刘航生病，悠悠退了机票，所以才错过了那趟死亡航班。不然现在他们接到的就是女儿的讣告了。三人都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南星继续道：“刚刚我帮刘航掐算了一下，他虽然先天身体不足，但为人孝顺，有远大志向，往后是会成大器的。就他。”富贵下意识质疑，显然是瞧不起刘航。花开赶紧给他递了个眼色，示意他不要乱说话。经过刚才的事，他已经确信南星说的是真的了，不然怎么那么巧，就悠悠订的那个航班出事，他和悠悠这辈子会相互扶持走到最后，并且刘航和你女儿八字契合，是他的福星。
在很多时候都能帮他化险为夷。只不过南星顿了顿，他们不会有孩子。这个消息在老两口的预料之中，但富贵还是不死心。他问南星，是不是因为刘航的病会遗传，悠悠才没孩子？南星摇头，是你女儿命中无子。此话一出，两人的表情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合着他们对刘航怨声载道半天，最后是悠悠自己命里没孩子。没孩子无所谓，我和刘航两个人生活就挺好的。悠悠道，这个你们就不用担心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花开富贵没有再说什么。如果刘航真的是悠悠的福星，那他们不会反对，毕竟女儿的幸福最重要。老公，咱们就信大师的吧。刚才航班的事你也看到了，花开已经被说服了。就是看着老公的表情还不是很好，他也能理解，毕竟悠悠真的很优秀。从心里接受女儿嫁给一个语言迟缓的癌小症患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富贵皱眉，表情十分纠结。末了，他叹了口气道：“这丫头背着咱们把结婚证都领了，我还能说什么？”花开知道这是丈夫松口的表现，连忙对悠悠道：“刘航的病是不是好差不多了？你把他叫过来，咱们全家一起吃顿饭。”悠悠一怔，他跟刘航在一起这么久，父母从没让他来家里吃过饭，说是眼不见为净，这是第一次。而且母亲刚才说的是全家，还愣着干什么？这次说话的是南星。他看着镜头那边一脸惊讶的悠悠，眼底含着微不可察的笑意。悠悠回过神来，连忙向南星道谢：“谢谢你，大师，改天我去直播间给你打赏。”今天要不是南星在直播间说这些话，就算父母看到了飞机失事的新闻，也未必会往什么福星上面想。他居然还以为南星会拆散他们，是他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挂了直播，傅青燕好奇地问：“他们两个上辈子真有约定？”南星点点头，天道会听到人们的心声，他们上辈子应该是许下过生死相依之类的承诺，悠悠才会对刘航一见钟情。那我们是不是也？傅青燕几乎是脱口而出。说到一半，才想起气运相连的事要保密，又把嘴闭上。只是这半句话也足够吃瓜群众们歪歪了。妹夫是想说，他和星星上辈子也有约定吗？吃瓜的心蠢蠢欲动。这个你可以问星星啊，他不是会算命吗？主播一直说上辈子什么的，但是据我所知，道教是没有回轮的。南星知道傅青燕想问什么，但他觉得在这种场合聊私事不太好，于是捡了其中一个相对正常的问题回答。最早道教确实不讲轮回，但后来受佛教影响产生了融合，这种事见仁见智，看你怎么理解。南星不动声色地转移话题，粉丝们见无瓜可吃，只得将注意力放在下一个幸运儿身上。第二个福袋发出去之后，被一个叫油炸汤圆的人抢到，打赏完礼物，油炸汤圆连上视频，画面里是一个戴着黑色口罩的年轻男人，刘海很长，几乎遮住眼睛。他的背景像是在酒店之类的地方，窗帘拉得很紧，房间里一片昏暗。主播你好，我想算一下自己的事业运。油炸汤圆一开口，发出的竟然是唐老鸭的声音，原来是用了变声器。南星看出油炸汤圆的警惕，委婉地问：“方便摘口罩吗？我不想露脸，那就把八字发我。”我也不想让你看我的八字。这下莫等南星说什么，网友们先绷不住了，要算算，不算下去，脸也不露，八字也不给，你这不是故意刁难星星吗？星星很厉害的，估计不看面相，不看八字也能算出来。楼上的，你真当他是神仙啊？视线掠过网友们的评论，南星并未表现出不悦的情绪，而是淡淡道：“那就把手伸出来，让我看一下你的掌纹。”油炸汤圆犹豫了几秒，许是觉得手相应该不存在泄露隐私一说，便点点头，将手伸到屏幕前面。南星观察片刻，问：“你来问事业运，应该是事业不太顺吧？”“没错，
油炸汤圆声音沮丧：“我最近真的特别倒霉，接触的项目都黄了，快要谈好的合作也被人半路截胡，所以我想问问你，有没有解决办法，让我驱一驱身上的霉运？”南星摇头：“你身上没有霉运？没有？怎么可能？我都倒霉成这样了，那是因为你的好运已经被提前透支了。”南星说完，油炸汤圆明显愣了一下，紧接着做了个吞咽的动作，问：“提前透支是什么意思？你确定要我说得更明白吗？”南星一句反问，让油炸汤圆心里咯噔一下，但他还是硬着头皮道：“你说。”我想听听看。南星往椅背上一靠，道：“你运势不好，找人帮你催运，后来催成功了，有没有这回事？”油炸汤圆怔住，旋即点头：“是有这事，但是这跟我现在倒没有什么关系。”南星眼眸无波，一字一句：“那人嘴上说着帮你催运，实际是为你布了一个天雷无网阵。天雷什么？天在上，的在下，天为天象，代表事业运；雷为格局变化。被布下天雷无网阵的人，事业蒸蒸日上，做投资稳赚不赔。好家伙，还有这种阵吗？有没有人能给我布个阵？我也想发财呀！啊呀，同想发财，这社畜我是一天也不想当了。QQ， 物极必反呢，朋友们，要是真有这种好事，世界上不就没穷人了？油炸汤圆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深呼吸，问：“所以我运势变差，是因为那个阵把我的运势透支了？”南星点头：“我们每个人的好运都是有限的。我刚才看你的手相，你运势一般，但却用了催运的法子，让自己大红大紫，相当于把后半辈子的好运都用完了。”听到这话，油炸汤圆崩溃了。他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央求地问：“大师，有没有办法让我的运势回来呀？”南星摇头：“没有。一个杯子里的水总共就那么多，都喝进肚子了，哪有吐回去的道理？”油炸汤圆不能接受，两只手猛地拍在桌子上，撑起上半身。他们都说你厉害，我怎么看着也一般呢？连这么点问题都解决不了。面对男人的挑衅，南星毫不在意，他勾了勾唇：“我确实挺一般的，所以你只能另寻高人了。”说完便挂了直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直播间里有人报出男人的身份：“姐妹们，看看我发现了什么！”油炸汤圆手腕上戴的手链和陆维的一样。陆维是谁呀？陆维，一个18线胡咖，前2年爆火过，还代言了某大牌口红，后来就销声匿迹了。你说大牌口红，我就想起来了，那个广告超级辣眼睛，陆维手直抹口红，邪魅一笑，当年都游出圈了。据说品牌方还找陆维的团队维权来着。所以油炸汤圆是陆维吗？真的假的？刚才我就发现了，他虽然戴了口罩，开了变声器，但说话的腔调和陆维一模一样。难怪星星会说什么大红大紫，听起来确实像是在说艺人啊。对了，刚才他不是露出掌纹了吗？有没有人截图？我去和陆维的手对比一下。第181章，小奶狗杀人魔。网友们一旦八卦起来，根本拦不住。很快就有人发出油炸汤圆和陆维的手心对比图，细节到连手腕处的小痣都能看清。结果经过对比，大家发现油炸汤圆和陆维就是同一个人。明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很快陆维催运就登上热搜。网友们原本都快忘了这号人了，得知陆维当年爆火是因为催运，纷纷下场吐槽。我一直觉得他火得莫名其妙，原来是催运了呀。+1，当时他那部剧我看了，演技烂的一批，纯粹是因为吃了双男主红利才火的。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呢。跟他搭戏那位一直用实力说话，这2年大奖小奖不断，据说马上要进军电影界了。再看他这么长时间毫无长进，难怪被雪藏，主要还是因为他用了那个什么阵吧，不然以他的资质，再演多少部双男主都红不了。特调处这边或久久也沉浸在吃瓜中无法自拔，
他是怎么都没想到，刚才跟南星连线的人竟然是陆维。当年双男主剧势头正盛，剧一播就爆了。陆维和他的搭档洛毅天天挂在热搜上，番位之争也是异常火热。那时陆维的粉丝还比洛毅多不少，毕竟他在剧里饰演的角色人设很好，妆造也很优秀。圈外人也都觉得陆维未来的势头肯定会碾压洛毅，但奇怪的是，短短1年过去，陆维就销声匿迹了。一开始，陆维的粉丝疯狂抗议，觉得团队给他的资源太差，拉着横幅去公司下面游行。公司扛不住压力，立马给了陆维几个资源，结果可想而知，那几个统统被他搞砸了。其中最离谱的是一档旅行真人秀，陆维作为空降嘉宾出席，却在旅行过程中像甩手掌柜一样什么也不干，不仅不干，还被人录到想火就去卖腐的炸裂发言。这件事之后，陆维的粉丝几乎跑光了，在娱乐圈也变成查无此人的状态。大家都以为他是自己没接住流量，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今天才得知，他的好牌都是借来的，现在只是还回去了。原来好运真的会被用光啊！霍九九有点被吓到了。那我们平时求神拜佛，想让自己变幸运一点，会不会也不太好？倒也没那么严重。南星解释，人们平时求神明保佑，事成后去还愿，本质上是在和神明做交易。神明有分寸，不会给一个人承受不了的东西。但催运就不同了，催运是将自己后半生的运气提前用上，让一个本该碌碌无为的人乍然爆火，享受他原本享受不到的待遇，两者程度相差很多，不能相提并论。听到南星这么说，霍九九不禁松了口气，那就好，那就好。我平时老是在心里求幸运女神眷顾，玩游戏抽不到想要的卡，还会放好运来当 BGM。以为也会透支呢，网友们被霍九九逗笑了，哈哈哈！小九别太可爱了，小九简直就是另一个我。我也会在抽卡的时候放 BGM， 就是没啥用。小九玩的是什么游戏呀？可以加好友吗？见网友们对陆维的讨论结束了，南星抓紧时间发出第3个福袋。这次福袋被一个叫鱼塘堂主阿林的人抢到了，很快就有眼尖的网友发现。这是一个网红主播，阿林，我的偶像。阿林怎么也来算命了？我最喜欢的2个跨领域主播竟然合体了。有生之年系列，南星不怎么看直播，不知道这个阿林是干嘛的。见他一脸茫然，霍九九连忙科普，这个阿林是一个专门聊帅哥的主播，他人在A国，每天在大街上逮那种长得帅的白人小哥，跟他们做1日情侣，超级火。还有这种好事，傅青燕一眯眼，脑袋凑过来，有没有撩美女的？霍九九知道傅青燕是在开玩笑，但他担心网友断章取义，于是果断反问：“你都有星星了，还想其他美女呀？”我想什么？我是帮助理问的。傅青燕解释，她快30了，还是单身。我有点看不下去。场外偷偷看直播的江岑，像是觉得这样不够洗清嫌疑。傅青燕又补上一句：“而且南星是我见过长得最好看的女孩，我没必要看其他美女。”可嗨嗨！偶然路过的纪云听到傅青燕说出这么酷人的话，手里的水杯差点没拿稳。南星亦是被傅青燕毫无征兆的夸奖弄得有些不知所措，他面色沉静，耳垂却是微不可察的泛红，表情也有些不自然。霍九九震惊地看向傅青燕，他感觉眼前这家伙跟传闻中那个见人就甩脸子的高冷总裁根本不是一个人。你不要捧杀我！南星憋了半天，只憋出这么一句：“没有，我认真的。那个，你们要不要理理阿林啊？”霍九九弱弱地指着屏幕，原来视频已经连上了。站在异国街头的阿林元气满满，向他们打招呼：“星辰大师你好，终于连到你了，我是你的粉丝哦。”阿林长相甜美，头发漂染成粉色，看上去就像是动漫里走出来的人物。“你好，请问你是要算命吗？”南星问。阿林摇了摇头：“不是哦，
我今天连你是想搞一下直播效果，如果是别的主播这么说，估计已经要挨骂了。但阿林路人缘一向很好，这么说完也没招来骂声，大家反而好奇他想做什么。在网友们的追问下，阿林道：“今天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抓帅哥，但我希望星辰大师能帮我看看对方适不适合发展下去。”阿林说着，羞涩地挠了挠头：“我今年也快30岁了，还没男朋友呢。如果星辰大师能帮我物色一个靠谱的，我就不做堂主这个号了，改做异国情侣系列。”网友们一听阿林要转型，瞬间不乐意了，大家都指着他看帅哥呢。然而南星却道：“可以，我帮你看。”太好了！阿林笑容满面：“那就从我身后的街道开始吧。这里临近大学城，有很多小鲜肉出没。一会儿我就在这附近看看，有长得帅的就猛猛出击。”因为阿林的直播间本来就很有热度，和南星连线之后，直接从第10名飙升到第3名，吸引了很多路人来看热闹。阿林沿着路边走，这个时间大学正好下课，3、5成群的学生从学校里走出来，一个个青春洋溢，格外养眼。阿林，那边那个穿黑衣服的小哥不错，不要黑衣服，要那个穿白衣服的，白衣服看着很阳光，和阿林更配。阿林要不要考虑找华人呢？外国小哥固然不错，但还是咱们本地的更香。网友们积极帮阿林出谋划策，阿林也很重视每个网友的留言，一边回应大家，一边眼观六路。忽然，他的视线被一个高挑的身影吸引。宝宝们，我找到了！阿林指着不远处一个穿着灰色运动衣的男孩，男孩浓眉大眼，长着一双狗狗眼，帽衫的帽子罩脑袋上，有几簇棕褐色的卷毛炸出来，看起来奶乎乎的。但他虽然长这样，身材却非常高大，胳膊上的肌肉也很发达，活脱脱一个金刚芭比。我最喜欢这种长相和身材有反差的。阿林说着，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过我看着比他大很多，会不会不太搭？不会不会，咱们阿林看着也才20出头的样子。我看过一个数据分析，说男人25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女人35岁还如日中天。由此可见，女人适合找比自己小10岁的。原来如此，那我男朋友应该还在上小学，不着急了。话说回来，你们有没有人觉得那个小哥有点眼熟啊？总觉得在哪儿见过。看到网友的评论，阿林的笑容更灿烂了。他对南星道：“我要去搭讪了。”谁知下一秒，别去！南星忽然开口。阿林愣了一下，什么？南星没说话，蹙眉看向镜头里的男孩，表情严肃的有些可怕。或久久也被南星的反应吓到了。他知道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要出意外了。往回走，南星指挥阿林，不对，往回跑。啊！突如其来的指令让阿林完全摸不着头脑，网友们也是一脸懵逼。然而没等他们提出疑问，就听到人群中传来一声尖叫 ：“Please, don't hurt me! Call the police!” 阿林循声看过去，只见刚才那个被他看上的小奶狗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把尖刀，正在人群中疯狂挥砍。一个女生被尖刀刺中，痛苦地倒在地上，鲜血流得到处都是。学生们四散而逃，方才还一片祥和的街道变得兵荒马乱。阿林吓懵了，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赶紧跑。南星又重复了一遍，阿林这才回过神来，踉踉跄跄地往反方向跑，身后的尖叫声此起彼伏。阿林脸色煞白，跑到岔气了也不敢停下。不一会儿，远处传来警车的鸣笛声。阿林气喘吁吁地问：“还跑吗？”“不用跑了。”南星皱紧的眉头微微松开，神色却依然沉重。“你面前是一家猫咖，进去歇一会儿吧。”阿林一抬头，才看到自己跑到了一家猫咖门口。他赶紧进去，猫咖老板是个华国女人，老远就听到警笛声，好奇地探出头去看，出什么事了？杀人！阿林大口喘着粗气，有杀人魔！杀人！
听到杀人魔3个字，童冉吓了一跳，几乎是瞬间退回猫咖，把门反锁，卷帘放了下来。阿林，这速度也太快了，竟然跑到这里来了。童冉小声嘀咕，倒了杯水递给阿林。阿林说了声谢谢，把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冒烟的喉咙这才好受一点。等呼吸差不多平复了，他抬头问女人：“美女，你知道那个杀人魔呀？”童冉点点头，想到什么，又摇摇头：“我就是看新闻，说隔壁州有杀人魔出没，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有照片吗？”阿林问。“有，我给你找。”童冉掏出手机，找到杀人魔的照片，递给阿林，看清杀人魔的长相。阿林瞳孔一震，艰难地咽了下口水。是他，照片里男孩穿着黄色帽衫，帽子罩在一头灰褐色的卷发上，但仔细看就会发现他的眼神很冷，像是要透过屏幕将人绞杀。一瞬间，阿林遍体生寒，他实在不明白，这个看上去阳光灿烂的男孩怎么会是杀人魔，更想不到自己的眼光这么刁钻，一眼就在人群中看上了他。前阵子新闻有报道说他在隔壁州无差别杀人，后来跑了，没想到是跑到了咱们这里。童冉说着，看向脸色煞白的阿林：“你是从那边跑过来的？”阿林点点头：“我正在直播，忽然听到尖叫声，然后就看到他在那边捅人。”说到这儿，阿林想起直播还连着线，连忙举起手机向南星道谢：“星辰大师，真的太感谢你了，如果不是你提醒我，我可能已经嘎了。刚才他其实已经离那个杀人魔很近了，要不是他恰好和南星连着线，肯定会去跟杀人魔搭讪，被他当场抹脖子。”阿林越想越后怕，你回去之后静坐一刻，或是取3枚带皮的干红枣，吃完之后别涂枣核，含在嘴里自然生津，可起到安神的作用。南星道：“记住了。”听到南星的声音，童冉好奇地凑过来：“你在和星辰不宜连线，你也认识他？”“我偶尔会看他的直播。”女人对着镜头招手：“大师你好，你的直播很有意思，希望你能一直播下去。”南星微微颔首：“谢谢。”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从楼上哒哒哒地跑下来，兴高采烈道：“妈妈，我又看见他了。”第182章，猫咖里的小幽灵。童冉闻言，表情变得有些惶恐。小男孩似是没有察觉，拽着童冉的胳膊道：“我刚才还和他说话了，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没回答。”“好了。”童冉揉了揉男孩的脑袋：“你先回房间吧，记住不要再跟他说话了，听到没？”“为什么？”男孩不解。“我想和他做朋友。”“不行。”童冉皱眉，2只手抓着男孩的肩膀，使劲往房间推。“快回去！你的作业做完了吗？没做完不许出来。”童冉反常的举动让网友们有些懵逼。阿林也很奇怪，他感觉男孩刚才说的话怪怪的，具体哪里奇怪又说不上来。待男孩离开，童冉无奈道：“刚才那个是我儿子，叫小宝，他最近总是神神叨叨的，说一些很奇怪的话，你们不要介意。”南星没有回应童冉的解释，而是问：“你的猫咖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怪事？”童冉闻言愣了一秒，旋即摇头：“没有。”南星看得出来，童冉是在回避这个话题，估计是怕直播间热度太高，让他的猫咖受到影响。想到这，他安慰童冉：“你可以放心说，我保证你的猫咖营业额不会受到影响。”“真的吗？”童冉眼睛一亮，明显有些动摇。“真的。”有了南星的承诺，童冉放下心来，道：“我这个猫咖一共2层，猫在楼上，我和我平时儿子住在1楼。大概从2-3个月之前开始，我在睡觉的时候总能听到楼上有脚步声。那种脚步声怎么形容呢？反正肯定不是猫，因为猫是有肉垫的。而且睡觉之前我都会把它们关进笼子里，不会发出那种声音。后来有一天，小宝忽然跟我说，楼上有个穿花裙子的小女孩在逗猫。我吓坏了，
联想到之前听到的声音，赶紧跟着他上去看，结果什么都没看到。其实如果只有脚步声，我可能还会怀疑是小宝脑子出问题了。但最近我还发现猫咖有被人打扫过的痕迹。最离谱的是这个，童冉拉开旁边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手绢摊开，里面是一撮猫咪的胡须。这些胡须我是在打扫猫咖的时候发现的，就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你们如果养猫就知道，健康猫咪的胡须没那么容易断，而且我对比过，这些胡须不是一只猫的。听到这里，阿林忍不住问：所以是很多只猫咪的胡子堆到了一起？童冉点点头，小宝很乖，不会拔猫胡须。结合之前那些事，我就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小女孩在楼上。于是我在网上查各种灵异事件，查着查着就查到了星辰不移的直播间，想看看有没有人遇到和我相似的事。然后就是今天了，小宝又说看到了那个小女孩。南星大概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问童冉：可以带我去2楼看看吗？可以，当然可以。童冉刚要转身，想起现在是阿林在连线，有些尴尬道：那个，我是不是要用自己的手机？不用不用，用我的就行。阿林十分热情，举着手机跟在女人身后一起上了2楼。2楼入口被围栏拦着，里面有几只小猫在睡觉。看到有人来了，只是掀开眼皮看一眼，便继续呼呼大睡。2楼的空间就这么大，客人们可以在这里撸猫，再往里就是露台。南星隔着镜头看不真切，对阿林道：阿林，麻烦你拿着镜头在这里走一圈。好嘞。阿林应了一声，连忙照做。他稳稳举着手机，脚步不疾不徐，只为了让南星看得更清楚些。走到一半的时候，南星忽然道：停。阿林停下脚步，南星沉默片刻，道：镜头往左边转，再往前走。在南星的指挥下，阿林走到一个靠墙的桌子前面，桌子上放着一些逗猫用的玩具，下面是几袋猫砂，还有闲置的猫砂盆什么的。大师，这里有什么问题吗？童冉有些忐忑。南星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紧接着说出一句让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的话：桌子下面有东西。虽然他没有直白地说是什么，但大家也都清楚，所谓的东西肯定不是什么活物。直播间网友即刻刷起富强民主文明。卧槽，幸好现在是白天。55555，我人在国外，现在正是半夜呀，半夜还敢看这种直播？敬你是条汉子。猫咖这头的2人也被南星这一句话弄得浑身发毛。那是什么东西呢？阿林咽了咽口水，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与此同时，桌子下面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啊！阿林一个弹射起步跳到一边，把熟睡中的猫咪都惊醒了，睁着浑圆的眼睛盯着他看。童冉的表情也很不好，虽然他已经差不多接受猫咖闹鬼的事了，但之前毕竟都是猜想，不像现在直接被南星盖棺定论了。大师，现在怎么办？那个东西会不会伤害我们？阿林刚刚和死神失之交臂，这会儿又遇到灵异事件，饶是再强大的心脏也有点遭不住。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下一秒桌子下面竟然走出一只黑白相间的奶牛猫。小猫应该是刚睡醒，2只爪子向前延伸，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直播间安静了几秒，紧接着铺天盖地的吐槽席卷而来。啊，星星，你知不知道说话大喘气是会吓死人的？原来是只猫啊，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某些第一次看南星直播的网友感觉被耍了，忍不住阴阳怪气，不懂就问：主播是故意吓唬人的吗？原来这就是玄学直播呀，长见识了，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好好的科学不信，偏要信这种江湖骗子的话，还把他送上榜1。傅清燕看到直播间的评论，面无表情地挖苦回去：江湖骗子都能当榜1，你却连榜都没上，
可见你连骗子都不如。感受到傅青燕明晃晃的袒护，霍九九瞬间向他投去崇拜的目光。然而他余光一瞥，却看到被袒护的当事人仍然盯着屏幕，连眼珠子都没挪一下。好吧，傅总的追妻之路注定是遥遥无期了。猫咖那头，阿林在看到小猫的时候，也是和网友们一样，长长的松了口气。他刚才是真的被南星吓到了，以为桌子下面会爬出个家椰子什么的，结果就只是软萌小可爱。呼，真是吓死我了！大师，你说的那个东西就是猫吧？我还以为不是猫。南星道，应该是那个小女孩，她能感觉到桌子下面有阴气，但不是很重，显然不是成年人的灵体。阿林，众网友，南星再次用一句话把众人干沉默了。阿林的表情从如释重负变成惊讶，再从惊讶变成惊悚，最后变成欲哭无泪。妈妈呀！他的心脏真的受不了了。看着阿林快要哭出来的表情，霍九九连忙安慰：“姐妹别怕，不是所有鬼都会害人的，就像他的妈妈，哪怕变成鬼也非常温柔。”在霍九九的安慰下，阿林稍微冷静了一点，倒是童冉的反应比想象中淡定，估计是这段时间猫咖灵异事件频发，已经磨练出了他的胆量。大师，你能看到那个小女孩？童冉问。我看不到，只是感觉那里有阴气。如果想让她显形，需要隔空做法。童冉被这段时间的怪事弄得几乎崩溃，果断道：“那麻烦大师让她显形吧。我想问问她到底为什么缠着小宝。比起咖啡厅的收益，她最担心的还是小宝。小宝还那么小，长时间跟鹦鹉待在一起，肯定会出问题。”南星点点头，隔着屏幕甩出一张通灵符。很快，桌子下面便出现一团人形白雾。虽然阿林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看到这种场景还是无法淡定，赶紧贴到童冉身边，抓住他的胳膊：“别担心，他没有恶意。”南星说完，施法让那团白雾显形。慢慢的，白雾变成实体，目光所及之处是一个约莫6、7岁的小女孩，留着妹妹头，双腿抱膝蜷缩在桌子下面。她穿着碎花裙，看上去瘦瘦小小，正忐忑地盯着他们。亲眼看到小宝口中的小女孩，童冉震撼地愣在原地。原来儿子眼中的场景是这样的，怪不得他总是说的有鼻子有眼，连小女孩穿的裙子上是什么图案都能形容出来。阿林，你走近些。南星指导阿林。阿林虽然害怕，但想到南星说小女孩没有恶意，还是壮着胆子走了过去。他将镜头翻转，好让小女孩能看到手机里的南星。小妹妹，这个姐姐想跟说话，你别怕呀。阿林蹲下来，小心翼翼地将手机举到小女孩面前，嘴上说着让她别怕，其实自己才是最害怕的那个。小女孩眨眨眼，小心翼翼地看向屏幕。网友们也在这时看清她的真容，长得好萌啊，像洋娃娃一样。如果不说，谁能看出她是鬼呢？楼上的不要乱说，这些都是特效。特效。担心这种近距离特写触碰到官方禁忌，直播间的管理员思前想后，还是给小女孩的脸打上马赛克。网友们一脸懵，怎么看不到了？小姑娘不是挺萌的吗？为什么要打码？管理员你出来，我保证不打你。新人路过，请问这是18禁直播间吗？怎么还有马赛克？管理员，南星盯着小女孩看了几秒，问：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聂如。默默。默默为什么藏在桌子下面？默默眨眨眼，道：默默是鬼，白天跑出去会吓到别人。小女孩声音小小的，眼神中透着胆怯。别提多可怜了，好可怜的小妹妹。阿姨不怕被吓，让阿姨抱抱。这再可爱也是鬼吧？活人还是离死物远点比较好。鬼怎么了？鬼吃你家大米了吗？是人都会死，等你死了也会变成鬼。别吵了，别吵了，我现在只想知道小妹妹为什么躲在这里不去投胎。
这个问题也是童冉最想弄清楚的。他的猫咖向阳，又不是什么阴气很重的地方，更没听说死过人。南星问默默：“默默，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默默点点头：“这里是小猫的家，白天会有很多人来陪他们玩。你想在这里一直陪着他们？不是的。那为什么不跟阴差哥哥走？人死后一般有阴差接引，像默默这种没什么怨气的，肯定有阴差来接引过，但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把他带走。”默默沉默片刻，道：“我要攒够100根猫胡须才能走，原本都攒了几十根了，但是忽然就不见了。”说到这里，默默的表情有些失落。那几十根猫胡须是他攒了好久的。童冉没想到自己发现的那把胡须竟然是默默的，连忙道：“那些胡须在阿姨这里，你等一下，我去拿。”说着，噔噔噔的下楼。没过一会儿，童冉就拿着包着猫胡须的手绢回来，递给默默：“看看是不是这个？”看到猫胡须，默默眼前一亮：“是这个。”闻言，童冉二话不说就把手绢塞到默默手里：“不好意思啊，阿姨不知道这是你的东西，就给收走了，现在还给你。”失而复得的喜悦让默默的脸上扬起笑容，只不过那笑容只是转瞬即逝。他攥着手绢，再次看向镜头里的南星：“姐姐，我的猫胡须还没攒够，你可以不抓我走吗？”虽然他不知道南星是做什么的，但总觉得这个姐姐很厉害的样子，比那个来接他的阴差哥哥还厉害。“我可以不抓你，但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攒那些猫胡须？猫咪被拔掉胡子可是很疼的。”南星故意吓唬默默，希望从他嘴里听到实话。第183章，报警把我妈抓走。果然，默默睁大双眼：“没有，不是我拔的，是猫咪们送给我的。我在这里陪他们玩，他们喜欢我，就会送一根自己的胡须给我。”担心南星误会他是坏小孩，默默这次没等他追问，便主动解释：“我活着的时候养了一只小猫叫花花，花花特别可爱，每天陪着我，我很喜欢它。但是有一天，爸爸妈妈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得了哮喘，不适合养猫。爸爸妈妈怕我发作，要把花花送走。我舍不得花花，哭着求爸爸妈妈。他们怕我难过，就把花花留下了。但是没过多久，我的哮喘发作了，我的灵魂飘出去，看到爸爸妈妈抱着我哭，骂花花是害人精。花花是只很聪明的小猫，它听得懂爸爸妈妈的话，认为是它害死了我。于是在我离开后，它就一蹶不振，连饭都不吃了。默默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抓着手绢的2只小手下意识攥紧。不过爸爸妈妈嘴上骂花花，心里还是紧张他的，见他不吃不喝，还把自己饿得瘦骨嶙峋，吓得赶紧带他去了医院。结果医生说，花花是因为得了抑郁症才不吃不喝的。猫还能得抑郁症呢？楼上的孤陋寡闻了吧？猫猫狗狗都会得抑郁症的，它们不只是小动物，也是陪伴着我们的家人。花花好可怜啊，它那么喜欢默默，默默不在了，一定很难过吧？小动物的寿命只有10几年，想想真的蛮难过的。网友们被花花的故事弄得有些伤感。从医院回来后，花花还是没有改善。妈妈开了她平时最喜欢的罐头，她也没有反应。我想告诉花花，我的死跟她没关系，想抱抱她，告诉她我还在。可是我做不到，我只能陪在花花身边，祈祷她快点好起来。终于有一天，花花恢复了精神，爬起来吃了猫罐头，玩了逗猫棒。我以为她想通了，痊愈了，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她就趴在我的衣服上睡过去，再也没有醒来。默默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裙子上。爸爸妈妈认为是花花害了我，但我觉得是我害了她，因为如果当时我同意把她送走，就不会发生后面那些事。是我自私的把她留在身边，害她去了喵星。听到默默这么说，阿林忍不住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花花喜欢你这个小主人，就算你把她送走，她也一样会难过。可那样，她至少会恨我。”默默仍然低着头，
我宁愿花花恨我。阿林忽然就不知道说什么了。他没和鬼接触过，却也知道这些徘徊在人间的鬼魂是有一些执念在身上，可能默默也是这样。所以你攒猫胡须，是想让这些猫快乐，不要变得像花花一样？南星问。默默点点头。镜头那边，霍九九忽然想到什么，不对呀，什么不对？这些猫能看到默默，那为什么花花不行？南星想了想，言简意赅地解释，那时默默还没有确定心中的执念，所以花花看不到他。啊，好可惜。霍九九叹了口气，要是花花当时看到了默默，也不至于难过到趴在小主人的衣服上离开了。姐姐，我已经告诉你为什么攒猫胡须了。你不抓我了吗？默默央求地看向南星。南星点点头，当然可以，小家伙是和阴差打过招呼的，他肯定不能强行收走。而且他能感觉到，默默的存在不仅不会让咖啡厅收益下降，还会增长。不过这都是后话了。见南星同意默默留下，童冉担心地问：大师，他留在这里的话，小宝会不会有影响？小宝总说能看到默默，要是真跟一个鬼小孩成了朋友，那还了得？不会，南星道，默默不是冤魂，只要他们不经常待在一起，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如果你不放心，我可以在猫咖布一个屏障，这样小宝就看不到他了。不要！南星话音刚落，小宝就从楼下跑了上来。童冉一惊，小宝，妈妈不是让你在房间里待着吗？小宝充耳不闻，跑到阿林旁边，对着手机道：姐姐，我白天上学，还要上课外班，晚上才回来，不会经常跟他待在一起，可以不要弄屏障吗？南星微微挑眉，你喜欢默默？小宝挠挠头，默默很善良，对猫猫们很好，还会帮我写作业。啊！阿林睁大双眼，他还帮你写作业？小宝点点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家。原来是有一天他在2楼做作业，遇到一道不会的题，就把本子放在桌子上去玩了。没想到等他回来以后，那道题的答案竟然自己冒了出来。小宝看了一遍解题过程，瞬间茅塞顿开。当时他以为是作业之神降临，还向朋友们炫耀过，结果朋友都说他脑子有毛病。小宝气不过，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又试了一次，和第一次一样，作业本上又出现了答案。小宝高兴坏了，立马对着作业本磕了几个头。再后来，他看到了默默，才明白作业是他帮忙写的，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没怕过默默，甚至还想跟他做朋友。毕竟这种长得可爱，对小动物温柔善良，又会帮人写作业的女孩子，谁能不爱呢？听完小宝说的，童然忍不住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嗷，妈妈，你打我干嘛呀？小宝捂着脑袋哀嚎。我说你最近作业怎么写那么快？原来是默默帮你写的。不是啊，默默只帮我写了不对，4次，剩下都是我自己写的。那也不行，自己的事情就是要自己完成。知道了，知道了。小宝吐了吐舌头。我保证以后都自己写作业，但是妈妈也要答应我，不要在猫咖弄那个屏障。虽然默默没说，但他知道他很孤单。如果没有屏障，至少他们偶尔还能说几句话。这好吧。想到南星说的默默不会影响小宝，童然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太好了！小宝兴奋地手舞足蹈，又问妈妈：“你能不能给默默也准备一个房间？他睡在地板上多凉啊！”童然：“没事的，阿姨，我在这里睡就行了。”默默保持着蜷缩的姿势，这个桌子下面挺宽敞的，而且我是鬼，可以不用睡觉。童然：“呜呜，好可怜的小宝贝，当妈的要碎掉了，快给他弄一个房间啊！姐可以出钱。话说回来，鬼是不是真的不用睡觉啊？”童冉和网友们一样心疼默默，但更多的是纠结。他的猫咖不算大，确实没有多余的房间给默默住了。就在气氛陷入微妙的尴尬时，南星问：“你那里有杂物间吗？”杂物间有。童冉回过神来，指着斜对面的一扇门，
那间就是，但是面积很小，连床都放不下，足够了。南星道：默默毕竟是魂体，年纪又小，你这里是对外营业的猫咖，人来人往，无论对他还是对顾客都不太好。你把杂物间收拾出来，白天他就可以在里面歇着。童冉闻言连忙道：好，我今天就收拾出来。见大家都这么友善，默默终于鼓起勇气从桌子下面出来，走到童冉面前，向他鞠躬：谢谢阿姨，我收集完猫胡须就走，绝对不给你添麻烦。看着默默懂事的样子，童冉心里酸涩不已。他很清楚，默默不仅没给他添麻烦，还经常帮他打扫猫咖，可他也只是个小朋友而已。把默默安置妥当后，童冉拿着阿林的手机来到空无一人的露台，问出他最关心的问题：大师，我知道你的直播间人气很高，猫咖闹鬼的事一旦传出去，我怕客人们都不敢来了。不会的，南星道，国人包容度很高，默默也不是什么凶险的恶鬼，事情传出去不仅不会影响你赚钱，还会带来曝光，增加收益。童冉微怔，似乎有些不敢相信。就在这时，他自己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发短信的人自称是当地电视台记者，对他这家猫咖很感兴趣，想过来采访一下。趁直播还连着，童冉赶紧询问南星的意见，答应他。南星不假思索，通过他的报道，你的猫咖会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每天的客人络绎不绝。南星掐算道，童冉的猫咖将来会非常火爆，国人好奇心重，听说这里有一个温柔善良的小幽灵，纷纷慕名而来。默默也会在不久的将来攒够100根猫胡须，被阴差接走。童冉没想到自己撞了鬼，还能因祸得福，悬着的心瞬间放下，并向南星道谢：大师，真的很感谢你。原本我也没抢福袋，是蹭了阿林的机会，一会儿我就用自己的号去你直播间打赏。说完，将手机还给阿林。案发现场的喧闹声已然平息，没过多久，阿林和童冉就收到警方推送的新闻，说是杀人魔已经被关押至警局。童冉把门锁打开，卷帘升上去。阿林向童冉母子道别，重新回到大街上，忍不住感慨：今天真是像做梦一样啊！又是偶遇杀人魔，又是目睹灵异事件，实在太刺激了。阿林，你的粉丝涨了好多呀！阿林的热度已经升到第2了。不得不说，星辰不移的直播间就是个天然的吸粉圣地，就连那些抢到福袋的人，连一次线都能涨几百粉。看到粉丝说的，阿林赶紧点开自己的头像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差点幸福的晕过去。他的粉丝竟然一眨眼涨了10几万！星辰大师，我太爱你了！为了表示感谢，他赶紧又给南星打赏了好几个昂贵的礼物，然后道：以后你来给国旅游，我当导游，再找10个极品帅哥全程陪同。可话没说完，画面那头就传来男人不轻不重的清嗓声。阿林这才反应过来，南星今天是和未婚夫一起直播，连忙改口：我是说找10个姐妹一起陪同。哈哈哈！阿林好惨，被妹夫无情针对，这么好的机会，星星不要可以让给我，区区10根，上面的姐妹，这里不是无人区。阿林又感谢了南星好几遍，依依不舍切断连线。直播间的网友显然还没看够，都吵着让南星继续发福袋，就连傅青燕都忍不住道：你每次多发几个，别那么抠。南星，合着不是你出力，站着说话不腰疼。傅青燕看出南星眼神中的鄙夷，解释：我的意思是，看你直播很有趣。南星接受了他的夸奖，道：再发最后一个。听到是最后一个，网友们欲哭无泪，但有总比没有强。福袋发出的瞬间再次被抢没，这次是一个叫飞鸟的网友抢到的。飞鸟打赏完，接通连线，视频那头是一个17、18岁的男孩，头发漂染成银灰色，胳膊上都是纹身，甚至还打了唇钉和眉钉。看到南星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想报警把我妈抓走。南星微微挑眉，为什么？飞鸟直截了当道，我实在受不了他了，他就是个变态，天天管我。我连线你就是想问问，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他？南星思忖片刻，道：你妈妈的照片发我看看。飞鸟没有发私信，而是直接拿起桌上的相框。这是我爸妈的合影，你就看这个吧，其他照片我都烧了。照片上，一对夫妻相互依偎，背景是辽阔的远山，应该是旅游时拍的。南星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问：你妈妈怎么你了？飞鸟似乎不想多说，冷声道：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摆脱她就行。正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他可不想像之前那些连线的人一样，脑子一热把家里的丑事全都抖落出去，给网民们当下韭菜。见飞鸟有点不耐烦，南星也没卖关子，坦言道：很快就能摆脱了。第184章，阴魂不散的母亲。很快是多快？飞鸟感觉南星在敷衍他，你能掐会算的，就不能说一个具体时间吗？南星摇头，你给我看的照片是20年前的，能感应出来就不错了，不可能给你精确出具体时间。这个答案显然不是飞鸟想要的。他冷哼，算不出来就说算不出来，找什么借口？还很快，这么模棱两可的话谁不会说？或久久皱眉，你不信可以下去呀，在这里阴阳怪气什么？我花钱打赏了，是甲方，阴阳他几句怎么了？飞鸟的一句话成功引来众怒，直播间的网友纷纷劝南星把他踢下去，但南星却没有这么做，反而若有所思地问：你说要报警抓你母亲，是因为她对你不好？我说了，她就是个变态，谁愿意和变态住在一起？飞鸟目光阴冷，放在桌上的手无意识收紧。而且我刚才质疑你，也是因为我很了解他，他根本不可能放过我。他的眼神好可怕呀，好像要杀人一样。这孩子上来就要举报他妈，一看就是坏种，快给他踢了吧！眼不见为净。你们看他那打扮，跟非主流似的。我要是他妈，我也对他好不到哪去。他看着还挺小的，应该还是学生吧？又是纹身又是打孔的，学校都不管吗？他妈妈好可怜呐，儿子变成小混混还要报警抓他。飞鸟原本还压抑着的情绪，在看到网友的谩骂后终于忍不住了，他大声反驳：你们这些人懂什么？他就是个控制狂，每天管我吃什么喝什么，连我穿什么颜色的裤衩都得听他的。他还擅自把我房间的门锁拆了，偷看我的日记，说母子之间不应该有秘密。我跟他吵了很多次，每次他嘴上都答应了，结果下次还这么干。最夸张的是，他还不让我交异性朋友，只要我和女孩说话被他看见了，他就特别生气，说那些女孩都没安好心，让我离他们远点儿。有次我生病请假，班长好心过来给我送卷子，我妈一看对方是女生，直接把人关在外面，还骂了好多难听的话。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学校的人都知道了，同学们也都因为这事不理我了。网友们被飞鸟的这番话震惊了。如果事实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他妈妈确实有点过分了。管儿子吃穿用度就算了，迁怒无辜的同学算怎么回事？飞鸟继续道：你们这些键盘侠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指责我，那你们想没想过，我又做错了什么？难道我生下来就该被他控制吗？为了摆脱他，我故意跟他对着干，他越是不让我干什么，我就越要干什么。抽烟、喝酒、纹身，这些都是他最反感的。我想变成他最讨厌的样子，这样他就不会再控制我了。但是我都做到这个地步了，他还是阴魂不散，不管我搬在哪里，他都会找到。说到这，飞鸟的表情变得有些不安，他感觉母亲就像在他身上装了定位，无论他跑到哪都能抓住他。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恐怖了。那你也不能一直躲下去吧？你妈妈可能心里有点问题，让她去看看心理医生，说不定能缓解。但是你说的话就一定可信吗？我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再看看吧。就在这时，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砰砰砰！菲菲，快开门，我是妈妈呀！飞鸟瞬间露出惊恐的表情。完了，他又找过来了。网友们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场吓到了。这是说曹操就到啊！飞鸟这嘴绝对开光了。外面明明是他妈妈，但是怎么感觉那么恐怖？他妈妈精神都不正常了，能不恐怖吗？不是，现在要不要报警？我有点担心飞鸟被绑走。你们也太夸张了吧？那可是他亲妈，哪有妈妈伤害自己儿子的？我看就是这个飞鸟太叛逆，把他妈妈妖魔化了。飞鸟这会儿已经顾不得看网友在说什么了，全部神经都集中在外面。直到男星说了句：“把门打开，让他进来。”什么？飞鸟愣了一秒，表情随之愠怒，星辰不移。你是想害死我吗？那女人就是个偏执狂，让她进来我就完蛋了。霍九九也有点担心，小声问南星：“星星，你确定吗？我感觉他妈妈好吓人呐，让她进来。”南星又重复了一遍。网友们听到南星这么说，更加确信此事有蹊跷，纷纷劝说飞鸟：“星星都这么说了，说明你妈妈应该没什么问题，还是让她进来吧。主要你妈妈都知道你住这儿了，躲着也没用啊，总不能一辈子不出门吧？”直播间里有警方蹲着呢，他要是针对你做什么，警察叔叔第一个不干。看着网友的劝说，飞鸟有些动摇。他确实不可能一辈子不出门，而且以他母亲的性格，今天见不到他，肯定会一直蹲在门口等着他。想着，飞鸟对南星道：“我就信你一次。”飞鸟起身把房门打开，门外的女人看到他，一把将他抱住：“菲菲，我的宝贝，妈妈终于找到你了。”第185章，地下埋着东西。飞鸟用力将他推开：“别碰我！”原本他还想着家丑不可外扬，但现在他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也就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了。女人紧追不舍：“菲菲，跟妈妈回去吧，妈妈知道错了，再也不管你了。”这话你还是骗鬼去吧！飞鸟狠狠瞪女人一眼：“我信了你那么多次，你有一次兑现承诺了吗？”女人咬唇：“我不也是为了你好，为我好？”飞鸟冷笑：“你天天像个变态似的跟着我，控制我，就叫为我好？”女人神色受伤：“菲菲，我不知道别人跟你说了什么，但你要相信，妈妈是真的很爱你。”“不，你那根本不叫爱！”飞鸟大声反驳：“哪有人天天逼着自己爱的人吃不喜欢的东西，穿不喜欢的衣服，还不允许他和异性接触的？”女人被飞鸟激动的情绪吓了一跳，目光闪烁，支支吾吾解释：“我让你吃不喜欢吃的东西，是因为你天生体质差，只能吃营养餐调理；让你穿不喜欢的衣服，是因为那是你的幸运色，能给你带来好运。至于那些女孩，我是怕你早恋，学习成绩下滑，才阻止你们接触的。”“那班长呢？”飞鸟反问。“之前班长来给我送卷子，你怎么也骂人家？”女人一怔：“这事你还记着？怎么可能忘？”飞鸟没好气道：“你以前在家里怎么管我，我都忍了，顶多觉得你心里扭曲。但你骂完班长之后，同学们见到我都绕着走，他们集体孤立我，排挤我，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退学？”女人抿了抿唇，反问飞鸟：“那你知道他给你送卷子的时候说什么了吗？”飞鸟皱眉：“说什么了？”“他说你跟他表白了，他没同意，然后你就对他动手动脚。我不相信你会做这种事，觉得他是在污蔑你，所以才骂了他几句。我对他动手动脚。”飞鸟一脸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而且他也没跟班长表白过呀。妈妈也知道不可能，所以才骂他，让他别乱说话。”女人往前走了2步，握住飞鸟的手：“菲菲，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了，绝对不会做伤害你的事，咱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看着女人情真意切的目光，飞鸟怔了片刻，但很快便再次将女人推开，嘴里喃喃道：“不是的，你在说谎，菲菲，妈妈没有说谎，你相信妈妈，滚开！”飞鸟再也忍不住，用力将女人推倒，女人跌在地上，脑袋磕在墙上，发出痛苦的呻吟。“啊！”这
飞鸟下手也太狠了吧！我有点看不懂了。飞鸟和他妈妈到底谁说的才是真话？主播都让他妈妈进来了，不就说明他妈妈没问题？这孩子一看就有暴力倾向，之前说的那些故事估计也是编的，就为了给他妈泼脏水。就在网友们认为自己已经距离真相不远时，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上一秒还坐在地上龇牙咧嘴的女人，在看到飞鸟胳膊上的一处纹身时，忽然变了脸色。她挣扎着爬起来，冲到飞鸟面前，抓起他的胳膊：“这是你什么时候纹的？关你什么事？告诉我！”女人发了狠地掐住飞鸟胳膊上的肉：“之前这里不是只有老虎吗？怎么多了只蝴蝶？”没等飞鸟回答，女人又扶着他的脸往旁边一掰：“还有这个耳洞。这个耳洞之前也没有的。”这一波操作下来，直接把网友们的 CPU 都烧干了。这个女人在说什么？她发现儿子纹身和耳洞了呗？很奇怪吗？楼上的不是发现纹身和耳洞，是发现了新的纹身和耳洞。这两种情况听着差不多，实际完全不同。飞鸟不是忽然打了一个耳洞，是在很多耳洞的基础上多打了一个。如果不是对他的身体了如指掌，是很难发现的。那又怎么样？身体是我自己的，我想纹什么纹什么，想打几个耳洞就打几个耳洞，跟你有什么关？啪！飞鸟话没说完，女人就在他脸上狠狠甩了一巴掌。他一改方才温柔的样子，烧红的双眼盯着飞鸟：“你答应过我不再动这具身体，你又不听话。”大家注意到，女人说的不是你的身体，而是这具身体。短短2个字不同，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你又在胡言乱语了。飞鸟拼命挣扎，试图摆脱女人的掌控。就在这时，电脑里传来南星的声音：“你以为他是你丈夫吗？”女人闻言，抓着飞鸟的手微微一颤，她猛地回头，见电脑上连着直播，眼底闪过一丝惊惧：“你是谁？”“我是一名主播。”南星面色沉静，准确说是一名玄学主播。玄学主播？女人似乎想到什么，立刻冲到电脑前面，想要关掉直播。慢着！南星叫住她：“你难道不想听听我是怎么知道他不是你丈夫的？”女人咬紧牙关，脸色十分难看：“菲菲是我儿子，跟我丈夫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丈夫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南星微微挑眉：“但你儿子的生日应该和你丈夫的忌日是同一天吧？”话一出口，不仅是网友，连旁边的傅青燕都有点后背发凉。这剧情是什么迷惑走向？难不成这个女人思念成疾，把儿子当成了去世的丈夫？女人显然没想到南星会算到这些，恶狠狠道：“是又怎么样？菲菲出生那天，我丈夫刚好因病去世，只是巧合罢了。”真的只是巧合吗？南星波澜不惊的眸子看着他：“可我怎么通过你丈夫的面相看出他并非死于癌症？”女人闻言脸色变得惨白，飞鸟也听出不对劲，连忙问南星：“你的意思是，我父亲不是病死的？从小他就知道父亲因病去世，还是在他出生的那天？但奇怪的是，母亲从不过父亲的忌日，反而会大张旗鼓地为他庆祝生日。亲戚们一开始还议论过这事，后来他们搬到别的城市，就没人再提过了。”“你胡说！”女人的表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慌了。“我丈夫就是死于癌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南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有急着反驳，而是垂眸看了眼时间。刚才在母子俩吵架的时候，他已经偷偷联系了吕光，估计再有几分钟人就到了。谁知下一秒，警察都不许动，房门被大力踹开，2个警察打扮的人走进来。南星，这个效率他是没想到的。女人一惊，下意识往后退。飞鸟也是一脸懵逼，不知道什么情况。他是想报警没错，但他还没报啊。邹倩是吧？有人举报你涉嫌从事邪教活动，跟我们走一趟。警察说着就要缉拿邹倩。邪教？飞鸟震惊了，他只知道他妈精神有问题，怎么还跟邪教扯上关系了？不，你们不能抓我的。邹倩拼命摇头。
你们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是不能抓人的。你想要证据？南星反问邹倩。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邹倩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嘲讽道：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证据。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做过什么。这个来路不明的小丫头更不可能知道。见邹倩执迷不悟，南星微微叹气，接通已经等在直播间等候的连城警方。下一秒，屏幕切分成3块，右下角出现一张男人的脸。大师你好，我们已经抵达邹倩在连城的老家了。邹倩闻言露出震惊的表情。与此同时，南星对着男人道：他后院里有东西，辛苦你们挖一下。反应过来南星要做什么，邹倩大惊失色道：不行，不能挖。为什么？因为那里埋着我家的传家宝。咱家还有传家宝？飞鸟觉得这是越来越邪乎了。他原本就是想连个玄学主播，问问自己什么时候能获得自由，没想到事情越闹越大，连邪教都出来了。邹倩唇色惨白，强行道：有的，我是打算等你结婚再告诉你。那是什么呀？飞鸟追问。以后你就知道了。邹倩的回答明显很敷衍，警察也不可能因为他一句地里埋着传家宝就作罢。于是在邹倩惊恐的目光中，连城警方开始了挖掘工作。不行，那是我的地，你们不能乱动。邹倩还在挣扎，却无济于事，她的身体被人控制着，只能用尖叫抗议。不一会儿，画面里一个年轻警察跑过来，气喘吁吁道：李队，挖出东西了。李寻跟着手下来到后院，看到挖出来的东西，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骨头，猪骨头还是牛骨头？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人骨头？现场跟随的法医蹲在地上捡起一块骨头，给出最终结论：是人骨。天哪，还真是人骨头！会不会是他家以前去世的人？去世的人都是埋山头吧？谁会埋在自家后院里？网友们正议论着，法医忽然拿着一条完整的腿骨走过来。李队，这骨头上面有东西。李寻看了一眼，只见那骨头上刻着一堆密密麻麻的东西，看不清是什么。想起南星说的邪教，李寻赶紧问：大师，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镜头给了人骨头一个特写，直播间在线人数瞬间掉了几千人。南星沉默片刻，道：这上面刻的是转生符文。转生符文？李寻一愣，那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让人死而复生的邪教经文。好吧，触碰到他的知识盲区了。眼看自己做的事就要败露，邹倩挣扎的力度更大了。你污蔑我，我要告你。那在你告我之前，要不要先解释一下这些人骨是哪来的？南星波澜不惊地看着邹倩，你不是说地里埋的是传家宝？这些骨头难道就是你家的传家宝吗？邹倩忽然就很后悔，要是她刚才没提什么传家宝的事，说不定还能装傻充愣，说她不知道那些骨头是哪来的。但现在，李队有新发现。另一名法医走过来，这些骨头并不是同一个人的。什么？此话一出，不仅是网友，连飞鸟都震惊了。母亲不仅在老家的地底下埋人骨，还埋了不止一个人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些人骨又是从哪儿来的？飞鸟越想脑子越乱。很快，法医检查完所有人骨，总结道：这些骨头一共来自7个人，男女老少都有，每个骨头上都刻了神秘经文。7个人，现场的连城警方惊出一身冷汗。方才他们接到京城警方的消息，说是有个案子需要配合调查。原本以为只是一桩陈年凶案，没想到凶案涉及这么多人，还和邪教有关。这些人都是你杀的吧？南星问邹倩。邹倩摇头：不是我，我没有。可我怎么看到你身后飘着7只冤魂呢？神？什么？邹倩猛地回头，显然是被吓到了，而这一反应也被现场的警察尽收眼底。南星继续道：你杀死了7个无辜的人，在他们的骨头上篆刻转生符文，并在你丈夫忌日那天生下了你的儿子。
你以为这样他就是你丈夫的转世了，对吗？邹倩低着头，血色尽失。飞鸟看看南星，又看看邹倩，颤声问：“你真杀人了？”邹倩没说话。飞鸟又问：“你还给他们刻了符文？”邹倩还是没说话。你第三个问题他实在问不出口了。通过南星刚才的只言片语，他差不多已经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邹倩杀那7个人，就是为了弄转生仪式，他想复活父亲，所以在他忌日那天生下了自己。这也太荒谬了。第13集正在快马加鞭赶制，每天中午12点都会更新，记得点点赞，关注小河不迷路哦。